持续增长到周末。今年的黑五比去年晚到了1周，但销售热度丝毫不减。百货商店、服装和家具店、体育器材以及玩具零售商上周五的消费额较上年同期的销售额增长超过60%。超市、美发店和互联网服务商也表示，周五黑色周五销售增长强劲。在黑五周期，新西兰人总共消费了6.52亿纽币，比去年黑五相比增长了12.8%。Paymark 发言人向媒体证实，黑五周末的总消费创下了纪录。分地区看，奥克兰和北地黑五周末的花费最多，为2.67亿纽币，而坎特伯雷和惠灵顿分别为7340万纽币和6270万纽币。惠灵顿和丰盛湾在黑五周末期间的销售额增幅最大，分别增长了15.5%和14.3%。Paymark 表示，圣诞节前的最后7天通常是一年中最繁忙的购物季。根据2013年的圣诞节最后一个星期三的历史记录，今年很可能出现3个非常热烈的购物周期，其中圣诞前夜可能成为最繁忙的购物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台风北缅将横扫马尼拉，超过22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表示，截止12月3日早上8点，北缅风眼区最强风力为每小时155公里，阵风为每小时235公里。风眼强给菲律宾比科尔大区4个省带来狂风豪雨。根据气象卫星显示，破坏性强风将横扫马尼拉大都会地区，吕宋岛多地将会面对洪水和泥石流的风险。报道称，这场风暴至今已夺走至少1条人命，超过22.5万菲律宾人被迫逃离家园。台风北缅2日深夜在菲律宾吕宋岛最南端的索索贡登陆，马尼拉市政部暂时关闭，马尼拉机场也从3日上午11时起关闭12小时。报道称，受影响地区的政府办公室和学校停工停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也暂停部分地区的商业海运服务。特朗普称，美国将恢复对巴西和阿根廷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表示，美国将立即恢复从巴西和阿根廷进口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西和阿根廷2国货币大幅贬值，这对美国农民不利。他表示，美国将立即恢复对巴西和阿根廷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美国白宫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就此发表声明。另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当天对此表示，他将与巴西经济部长格德斯讨论此事，如有必要，他还会直接与特朗普通话。去年3月，特朗普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称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朝闻天下带您开启全新一天，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啊！昨天呢，经历了一番的狂风和暴雨，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家里面的树木还安好。我昨天我家的垃圾桶就是飞到了大马路中间，从我家是在。就是有 driveway 嘛，还挺长的，还在坡上面。我家垃圾桶从坡上面一直滚到了马路中间，我看着它滚下去，然后又把它给拎了上来。就是真的，昨天那个风和雨啊，非常的大，但就一阵儿。过去了之后呢，到下午的时候，反正我们东区这边是这样啊，然后就转好了。这个天气呢，你看这就是夏天，说大风大雨的也就基本上就过去了，基本上还是以干燥的状况为主的。没错，昨天我对这个风也是感觉比较强烈。昨天临近中午的时候，我往回走，然后就感觉这个车开起来，尤其是你在过大桥，那可是非常的刺激。尤其是通过大桥的时候，感觉
有点要漂移的感觉。哇，我曾经有开过小车，就是我的车是那种小排气量的嘛，我最小的时候开过只有1.0的小车，你想那排气量是非常小的，然后过北安大桥，哇，那个真的是刺激啊！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平常我们都说，如果住北安或者开过北安大桥的女生朋友，都知道那个桥上非常窄嘛，然后旁边还有那个蓝的那个隔离墩，本来那个路就窄，你说那个墩还占了一个距离，而且它从视线上感觉是你占了很多距离，所以开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挤。一般过大桥的时候就很讨厌旁边是辆大车，然后你这边再是10吨，你就会夹在中间，就觉得谁也别动啊，一动就会碰到，觉得很容易蹭上，对吧？很多司机都有这个感觉。然后到了大风天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希望旁边有辆大车帮你挡一挡，要不然你就会一直被它吹的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所以这个经历，昨天有很多的朋友啊，在北安大桥之上都发来说，这个就是那种开车开出了漂移的感觉的，真的是如此。不过呢，大家还是今天反正就已经过去了。无论如何吧，反正在夏季的时候，这种天气也会比较常见，毕竟风暴来了嘛，所以说要注意安全。再比如说南岛的部分地区啊，那就更严重，包括北岛的南部，你像首都这个附近，其实风力也是蛮大的。对，这个昨天140公里每小时，你想想人家。对，这个我想想我们，我不知道应该相当于多少级的风，但是肯定这个风那我也不知道。如果吹过大桥的话，我觉得应该你就想吧，就我们还说车能不能换，人家的飞机都已经被吹跑了，何况是车。所以呢，不过住在惠灵顿的朋友好像都说已经习惯了，就他们成天刮风嘛，所以他们已经有经验了，什么天是不能出门的，就这之类的，不能开车。就说到这个夏季啊，还有一点点时间在这一节当中啊，我快速的跟大家来说一条国际上的事情，就是干燥。现在其实新西兰相对来说还算好的，就说我们这边呢，虽然现在也是就下雨下的很少，然后频率也很低。你想上一周一整周都没下雨，这好不容易这周来了点雨，就昨天还是风大，其实雨也没下多大。就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就说到这个干旱呢，我们新西兰今年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状况，但现在最严重的其实是澳大利亚。我昨天看新闻啊，就在讲说澳大利亚干旱的程度，很多的就是他们那边的类似于叫省份吧，我们就这么说，他们也连就是对吧，各个这叫啥呢？州、联邦叫州吧，叫州吧，然后就是对，应该叫州，他们就已经变成说呢，很多的州都开始几级的限水令，已经限到什么程度了？就限到你一周洗衣服只许一家洗2次。就只有2个 load 是可以洗的，一周啊。然后另外你洗澡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就很多这种，像游泳池里不能有水，车不能洗，就这之类的。他们的限水令已经到了这个田地，就说今年澳大利亚到底有多干燥，说明干旱情况挺严重，这个州都快变成米饭了。但是他们因为中部有沙漠，所以他们干旱肯定比我们严重。可是就说今年来都会更加的。是比较严重，就是更甚一些。这个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现在真的是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呀，真的是形势很严峻了。你最近包括刚刚开始进行的这个联合国的气候大会呀，然后包括前一段时间我看很多的这个国际组织针对气候的这种变化发布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说通告也好，文件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调查的报告也好，都说现在这几年这个气候的变化局势真的是非常的严峻。所以说反正就无论如何，今年夏天我估计我们也有，但我们不至于限水到这个程度。但现在有新西兰很多的地方是已经限明火了，不可以有明火，就包括你在比如说你要放烟花这种是不行的，还有就包括了比如说你要在室外有什么 barbecue 啊，就什么这之类的，它只要有明火的，你都要去跟当地的市议会去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能用。但现在奥克兰暂时还没有，所以说呢，在这边但是这还没有到盛夏，再来看一看。喜欢夏季户外烧烤的朋友啊，且烤且珍惜。但是我是觉得，就说呢，我们还是省水，就也希望今年的这个雨水不要太少。这个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个雨水的话，咱们其实说实在的也不好控制，但是省水，对省水这个咱们可以做到的，对吧？对，真的就是比如说平时家里面这洗澡的时间，你稍微缩短那么一丢丢啊。你比如说，其实男生洗澡一般还算比较快的了，对吧？随便那么一冲脑袋一葫芦，你想说限制洗澡时间只有5分钟，一周只能洗2次衣服，也是挺严峻的。对，尤其夏天出汗出的多呀，那你衣服更换的也勤。不过你反正夏天的是稍微薄点，你可能一
一个桶里面可以装稍多微多一点，对，或者是直接衣服反正就穿半天，如果觉得有汗渍或者什么就挂外面等着下雨吧。那就等不到了，或者开玩笑就晒晒就穿了得了。所以啊，就现在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严峻的干旱的程度。是。那么我们觉得这种干旱最多就是生活不便利，但是其实对于很多的农场主，或者是说是对于那些种植者来说，那就是大困难了。那就不是说你现在洗澡方不方便，洗衣服方不方便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关注吧，看新西兰会不会步澳大利亚的后尘。反正澳大利亚现在非常的严峻。好了，还有一点点时间啊，1分钟，我们非常快速的把新闻早知道稍微说一说。今天有几条大新闻，一定要跟大家来好好讨论一下。是，一会儿首先我们在国内新闻的部分会跟大家关注到20岁合法买大麻，那么一天能买42根儿。政府的这个大麻合法化和控制法案，你到底支持吗？总算是等到它了，具体法案内容出来了，今天开始跟大家来分析和更新。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内容看看明年您是否再投下赞成票。一会儿我们在新西兰新闻会具体赶紧跟大家来聊一聊。另外，昨天还有一个法案也公布了，就是关于什么呢？避免大选遭到外国干预，新西兰现在将会全面禁止外国人对政党和候选人的政治捐款。是，这个让我想起来当年有点像这个禁止外国人购房似的。虽然说事情不是一个性质吧，但是这个现在越来越严格的对这种，这个算是符合了国际上很多国家的一种趋势，就是禁止外国人来干预大选。是，但是我说句实在话，新西兰的大选谁干预I don't know， 这句话一会儿我们再来说。那么除此之外啊，今天还会跟大家来聊到昨天没说到的房价，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屋现在是否短缺这件事情。我昨天是听到了，其实是前天是听到了有个专家的分析，挺有趣的。他找了一个另辟蹊径的点，但是听着我觉得很有道理。以后我们思路清晰哈。还有今天是星期3，所以说呢，9点半之后我们还有绿野新宗 Doc 自然说，夏天到了啊，继续带大家出去玩。所以今天的精彩内容也是不断的。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国际新闻。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Grace House Greenland。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69。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3778801。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
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早上的7点18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哎呦喂，今天早上堵得还挺早。这是大家现在急急的要把手上的工作赶紧做完，好早点放假的意思。呀，不瞒你说，6点多点的时候，其实平时不堵的路段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堵了。对，哎，怎么回事呢？那你不知道啊，而且。在这儿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平时小娇经常交代大家的，如果这会儿出门的时候，这个墨镜千万得戴。对，今天6点多点，平时其实我是早上过来上班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用戴墨镜，但是今天刚开出来这个说到这儿，我总算1年当中就这么几天，我能是亮天的时候出门，人生当中就这么几天，然后过完了之后又放假了，你知道吗？等我放假回来之后又要开始黑了，所以你知道，就12月是最长的嘛，所以我就这么几天是基本上可以在不摸黑的来上班的，所以大家什么刺眼不刺眼，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说的天天日子过得跟土拨鼠。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啊！今天早上是堵的真的非常早，现在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过了 East Market 之后，经过 Mount Wellington、Ellerslie 到 Greenland， 已经形成了红色交通拥堵了。你说堵得早不早？而且是还蛮长的一段红色交通拥堵，中间当然断断续续，是非常断断续续的，有一点黄色车多的出现，但基本上都是红色的。过了 Greenland 之后是黄色车多。再来看16号西区往市中心，也同样的在早上啊是 Royal Road 这一块呢，一大早就已经堵成了黑色大塞车，一直堵到差不多 Lincoln Road。过了 Lincoln Road 之后，就这一小段是恢复了绿色行驶畅通。从 Te Atatu 开始啊，就又开始堵了。在 Rosebank 这附近是红色交通拥堵，然后在 Greenough Road 到 St. Luke's 又是一长段的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St. Luke's 之后是黄色车多。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呢是不受任何事情的影响，管它别它去堵还是不堵，它早与不早，反正北岸就一直是常态的堵成这个样，反正就是黑嘛，那你黑。你能看得出来黑成什么样吗？对不对？那就是一直黑着，所以你感觉不出来它的变化啊。我说眼前的黑不是黑呀。对呀，它就是你看北岸就是常态，所以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比平常更堵了。它最堵就是个黑，所以你也不知道会到底是不是今天的状况比往常来的更严重。反正现在就是一路黑到差不多过了 Constellation Drive， 然后呢再一路红到 Eastman Road， 过了 Eastman Road 到 Oniva 还是黄色。过了 Oniva 之后是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小路上依旧是非常堵啊！大家在小路上的时候，反正就是自己算好时间，不要光以为高速公路上的那个时间就可以了，其实小路上可能花的时间更长。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马上回来正式进入新闻早餐，首先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7点22分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国际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那么在这一节当中呢，也是有几条，先跟大家来说一些
不能叫正事儿吧，反正就是相对来讲，比如说这个跟时政啊相关呀，时政一点的新闻啊，但是我们当故事听，也不是个正事儿，也不能这么说了，只是说没有那么正。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跟时政相关嘛，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像有时候一些可能趣闻也好或者其他的事情那么容易 catch。没错，来，我们先看看这一条。但是特朗普这个人，他的好处就在这儿，他的新闻呢。因为他的个性，就导致说他的新闻就不像以前说到美国政治，大家一听就美国政治很严肃，跟我有什么关系？听不懂，然后就略过。一听特朗普，背不住，大家兴趣也来了。是，反正这个人挺有趣的。对，有的朋友就说你们每天节目里面好像就感觉国际新闻这块就离不开特朗普。那他就是离不开他。那是啊，本身美国在全球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对吧？另外呢，特朗普这个人也是，咱开玩笑说，每天幺蛾子不断，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各种事儿他都参与，所以你说你还真的避不开他。我快速的把这条新闻说了，这不是那个布伦伯格说参选了嘛？然后当时呢，彭博社首先呢是出来说话，说他们要怎么样去针对自己的大老板参加竞选的时候要怎么报道，调整报道策略。对，就这之类的。可是与此同时呢，彭博社你也不仅仅要报道你的老板嘛，那最主要的你要报道大选当中不是有其他候选人，那其他候选人针对彭博社又怎么看呢？所以特朗普现在就发话了，他直接就是取消了竞选团队的这个报道的资格。你看这个也算是怎么讲呢，比较强硬的一个手段了。当然首先从态度上来讲的话呢，特朗普的这个竞选团队啊，就说因为之前彭博社就是相当于就是公开宣布了嘛，说我们呢不调查自己老板啊，但是你像其他的这个候选人，我们是中立的报道，对，我们是会报道的。那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就说他说你这个是属于公开表达你们的偏见嘛，对吧？那既然大家都是候选人，为什么你就不说你的老板呢？这个有失偏颇。那特朗普团队呢，未来就不会向这个彭博社的记者发放报道特朗普竞选活动的证件，就是说，那你不报你老板是你自己选择，我这边是我主动的让你不能来报道。对，就是只要是特朗普的，比如说他竞选团队很多需要媒体支持的嘛，那你这个报道和宣传力度是一定要跟上去的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有什么活动，我有什么政策要宣布，您别来，您想来您进不来，就这个意思，就我不会给你发证的，对吧？是。那这个事情一出呢，彭博社方面也是有了回应啊。12月2号的时候，彭博社的总编辑，这我能理解，对，他就说了，他说其实自从特朗普在2015年参选以来，彭博社一直是以公正无偏见的报道来跟进特朗普的相关的事情，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到这儿啊，你看那天我们听众不也说我们就尤其是说我啊，说有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倾向是很明显的。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这种媒体在这件事情上变得更加的，我不知道这叫敢说呢，还是更有自己的个人色彩了？就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的这个媒体，其实从比较上来看，华人的媒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对，或者相对来说是比较注意自己让自己客观一些的。但是如果你要去看看现在的一些主流媒体，包括了在美国的，包括了像在新西兰的，哇，那是非常鲜明的，那个对战的，当然他也不是说站队，他只是说他的观点是非常非常明确和直接的去表达的。对，有的甚至说很尖锐啊。对，而且他们没有任何的，比如说要什么所谓的我两边都给你听，你来选择，他就直接两边都说完了之后，我先选。对，他就主观的把自己的这种观点先选了。对，把这个其实因为你作为媒体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舆论影响的嘛，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从媒体的角度来说，他的这种个人的观点会不会对大众产生影响？对，你这个说的很对，你强调了一点，就是说这现在都是主持人的自己的个人的这种色彩比较浓烈，不代表说是这个台对朝着某个方向去倾斜。就比如说像彭博社，好了，他就说他自己中立，但我相信啊，大家看起来并不会觉得。你像在美国，大家也知道哪一些媒体是支持特朗普的，哪一些是不支持，就很明显。没错。那但是呢，你也不能说是这个媒体的原因，而是他的主持人给人感觉到的，好像是他们支持与不支持。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就是现在主持人更加有个人的色彩和倾向了。但是呢，一个台可以拥有不同的主持人，他可以带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样说比较
好，这就是为什么媒体总是后头加上一句啊，主持人言论仅代表个人立场，与本台观点无关。所以我也要强调，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我个人观点，但是我也现在发现了，我也藏不住，但我尽量啊，就是我尽量把它做到公正。但是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新闻，我没有办法忍的时候，我也不忍了，所以我就直接说，但真的只是代表我个人观点，其他主持人他会有其他的观点，这真的跟台。就是整个电视台或者电台是没有关系的啊。好了，就通过这条新闻想起了现在媒体的一个情况，但我觉得这样，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我倒觉得还挺精彩的。就大家不再是只是一个类似于说传声筒，我就把你两方的观点都说出来给你听，我就先把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跟大家来说一说。对，也有的是很愿意就听那种跟自己观点不一样的，听着很爽，然后他好上来去反驳。所以我们也是嘛，同样的平台，我说了我的观点，大家不支持我的观点就上来反驳嘛，这样节目可能更好听嘞。没错，对不对？大家多互动互动是吧？那当然，这个呢，后来也有媒体啊，经过一个统计说，并不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第一次去取消媒体的这个采访资格，而且也不是第一家了。那之前呢，在2016年总统竞选的时候，特朗普的团队就取消了，比如说像华盛顿邮报，这很出名了啊，还有一些这个网络媒体，像 Politico 啊，还有 BuzzFeed 呀，包括赫芬顿邮报，全部都不允许他们报道跟特朗普相关的这个竞选活动。但是这个也能理解，当时特朗普的那个新闻报的那些也是够偏的了。是，那他咋不取消福克斯呢？对吧？福克斯呢，这后来就是只有福克斯可以报。对啊，所以这个东西也很明显嘛。那谁给我唱反调，我就拒绝他，那也不是不可能嘛。那你说那些媒体，如果我要是特朗普，我站在特朗普的角度，哇，那些媒体报的那个我也生气啊，我干嘛要让你报？反正我说什么东西你都是找刺儿，对吧？我说什么你也不会朝着我要说的那个方向去报，明明是件好事，你也愣要往坏事报，那我凭什么还让你写呢？对不对？所以这个站在他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了。好了，这件事情就说到这儿吧，我们一起来关注。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到伦敦的方面，这一次的恐袭再跟大家做一些更新。对，那之前呢也有包括这个鲍里斯·约翰逊呢，他也说啊，关于这个很多本来不应该释放的囚犯，为什么就让他早早的就出狱了？这个也是从他个人的角度，还是说从他代表的这个政党的角度啊，觉得这个做法是不合理的。那现在呢，有最新的消息称啊，英国正考虑对219名极端分子实施限制出行等政策。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制裁或者说管控了。其中啊，有69名被定罪的恐怖分子获得许可被提前释放。那么这个就是说，对他们，我觉得应该这种限制出行的这些政策会实施的更严格一点。另外还有150人，包括即将被释放的犯人，以及因为恐怖主义法被捕，就是犯了相关跟这个实行恐怖主义相关的这么个罪名，但是又被轻判的这些已经释放的人员。Why？ 那因为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可能觉得这些人是一个就是意思就是说，给我的感觉，如果我是英国的民众，我听了现在叫候选人了，他已经不是首相了嘛，就是候选人的这个说法，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你的意思就不改法喽。你法律管不了，因为你现在就类似于说我是首相，我也没办法，因为法律规定他们就是符合条件的会被提前释放，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对他们进行限制。这听起来并不是一个很给力的解决方法，或者说不是一个很明确，让人觉得就是一个临时性的这么一个措施。这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要相信戴着脚环就安全吗？就是你作为一个首相的感觉就是说，因为他戴了脚环，所以我们限制一下，他就不会造成其他的伤害了。那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对，但是所以我如果我是英国民众，我听起来这就是政府在推卸。但是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具体的这个限制措施啊，还不是很明确。对，你看现在呢，已经在伦敦桥的这次恐袭事件之后呢，有2名已经被释放的恐怖分子，就以前犯过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然后已经释放了，但是呢，又把他们找着，又重新给逮回去了。这俩人，你要说冤吧，这个咱不好评论哈。但是正好赶上这么个事儿了，本来是已经，比如说像假释或者已经出狱了，但是在受监控，但现在呢，直接就给他们带走了。这个里面就包括啊，恐袭案的这个凶手啊，乌斯曼汗的同伙纳赞姆侯赛因啊，就是这一次实施恐袭案的这个人，他之前的一个同伙。那他肯定会被抓进去，这也。对吧？可能是害怕既然他的同伙都已经实施了这么一个恐袭事件了，那有可能是不是他也有这个计划？那么接着就说可能有的限制，就大家猜啊，肯定就包括比如说他
不能出行，对，你不能跟就是人际交往，你不能全断。那你要全断了，你跟蹲监狱也没啥区别了，就是说可能是受到限制的一些人际交往，比如说只能亲人呐、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一些通信呐、包括了你跟外界的什么就是你看电视啊、获得讯息的途径啊等等，可能都要受到多少的限制。我觉得可能最大的限制就是别让他出去吧。对，不要出境，然后呢？我说的出去是不要出门啊，不仅仅是出境了，就是不能出门。我印象当中好像有时候实行这种，比如说挂个电子脚环，然后让他禁足的这种，好像只能在比如说你固定，你说你在哪儿，好，你在家里面，那你离家，比如说有个范围就不能出去了。它的点在这儿，我能够明白，就是说它会有很多的限制。可是我们现在防的不就是他不遵守他的限制嘛，对不对？你像他这个戴脚环的，他不可能允许他，比如说拿着刀可以走到市中心，那他不可能的嘛。可是问题就在这儿，那你怎么样去监管他？你总不能相信，因为他戴了脚环，他就不会出门吧？那他周围如果要没有人看着这件事儿，就靠个脚环是个什么意思？是，我觉得采取这种人盯人一盯一的这种，甚至说多盯一的这种方式、啊，那不是更得不偿失吗？但是反过来说，那你不是也浪费了大量的这个精力在里面？可是你真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难道你真的相信你戴了脚环他就不走了？还是说你戴了脚环，如果他要是出去了，那个东西会像紧箍咒一样，把他脚给箍住，然后他就走不了了，就是对吧？你靠这个东西，反正我是觉得这种脚环呀，就是有点类似于咱们新西兰的这个门锁似的，防君子不防小人。对的，对吧？本来这个东西就是要防小人的，但是你是又用了一个防君子的手法，那你说你怎么防得住小人？对吧？anyway 了，反正这件事情说了也白说，跟我们也管不了。反正如果我要是英国民众，我听着会很失望。但是从英国政府的角度来说呢，至少我们现在你看有一些这个新的举措啊，不知道算不算是想对民众有个交代。每次一说政府有个举措，感觉就是说我做没做？做了。做了什么有用吗？好使不好使不知道。对，好吧，这个事情反正我们也会更多的为大家来关注啊，希望真的是能够有这种比较切实有效的措施啊，真正的能够防范跟阻止类似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而不是说光喊喊口号，或者说大家一起来监督，街上随便走个人，谁知道他以前有没有犯过这种类似的罪？那根本就不知道嘛，你哪知道他裤兜里都揣了把小刀上来，噗给人来。现在根本就不需要枪了，对吧？你这什么武器都能拿出来伤人。而且就是有一点还是我觉得啊，最起码说类似这样的罪行的人，哪怕他已经假释了或者已经出来受到监管的这种，最好是别让他开车，因为开车这个太危险。之前也有很多起，欧洲好几个国家都有这种开车撞人，然后类似制造恐怖事件。对，他是怎么去的？现在不知道，是坐公交车去的？坐公交车打 Uber， 我觉得都有可能吧。anyway 了，这件事情，当然下个星期英国就大选了，所以现在也是忙得焦头烂额的。我们来看看英国到底会怎么样吧。你看现在脱欧大家都不咋提了，又被其他的事情掩盖过去了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接着再往下说，来看看关于地球之外的事儿，好不好？地球之外的事儿，这个时候突然一觉得说，身边都这么多事儿都管不过来，谁还有功夫管地球以外的事儿？关键问题就是外边也不让我们省心呐，总来闹腾啊，怎么是前一阵子的时候呢，大家也都知道啊，印度发射了一枚这个月球，也不能说探测器了，就是一个相当于着陆器啊，想在月球上进行一个着陆并进行探测的这么一系列的一个科研探索。但是呢，因为在最后快要在月球表面着陆的时候，突然跟控制中心失联，那当时呢，就是说也不知道这个着陆器到底是什么情况，其实想也能想到了，那肯定是掉下去了嘛，对吧？那最近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就表示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印度的维克拉姆号的月球着陆器的坠毁地点，并且呢，通过图像的对比，确定了着陆器撞击时候留下的一些痕迹，包括周围的一些碎片。哎呦，还撞出个坑哦！月球上本来坑也挺多，不差这一个了。对，关键是我觉得这个现在技术也真的是很先进啊！你看，像上一个图片，刚才我们看到的里面，它能够非常准确的分析出来，你比如说哪个是撞击产生的这个区域，然后包括绿色的点儿和蓝色的点儿，这个我们如果电视观众的话，很清晰的能够看到啊。绿色的点儿呢，代表的是这个着陆器本身的一些残骸。它在月球上散布的这么一个位置，那蓝色的这个区域呢，代表的是因为这个撞击啊，对这个月球表面，比如说对土壤，我们就简单想象一下，一个水泥地上铺了一层这个沙子，你使劲吹口气，
它会有这种痕迹出现。那么蓝色的呢，显示的是这些包括残骸啊、碎片呀、对月球表面的这个我们叫土壤吧产生的一些这个影响，就是对它有一定的这个扰动。所以说这个观测的还是蛮清楚的。那当然了，月球上咱说这个坑数不胜数，多这一个也不多。而且它们那个坑其实你看啊，真的是还挺大的哦，那个坑。是，你看从这个上面，跟那个残骸比的话，你从这个上面能看出来，上面有一个发白的这个区域，对，就是像咱们说的，比如说你在地上放个炮仗啊，或者是沙土地上，你拿手拍一下，就感觉有这个气流冲击出来的一个印痕，这个其实就很清楚的能够看到。那这也证明就是说，其实现在人类对于月球的观测是非常细致的，它可以细致到这个月球上很多的每一个部分，然后再局部放大，到它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对，当然了，这个可能现在主要还是限于这个月球的，我们讲叫对着我们的这一面。那月球背面来讲的话，相对因为很多包括数据传输的问题呀，包括这个对后面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啊了解也不是很多。当然，中国前一阵子也发射了一个这个月球的探测器，它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讲叫月球暗面吧，做一些这种相关的科研跟调查。所以不知道后续的等到这个研究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数据回传之后，经过分析，我们会在这个月球的背面发现什么。但是现在呢，就说到这个印度的发射器，还叫着陆器啊，着陆器，对，着陆器，也不知道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定性的原因，就说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不知道是说它是比如说机械的故障啊，还是说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异常啊，最终导致它就失败了。现在主要的是有2个解释，因为从这个失联之后啊，一直到11月的28号，印度的官方呢就是印度的空间研究组织，他才承认说这个探测器是最后着陆失败了，那可能已经永远消失了。所以永远消失那就是坠毁了嘛。对，那给出的2个比较可能性比较高的原因，一个就是说在下降的这个不同的阶段过程当中，可能在第2阶段下降的速度超速了，超过了设计值，那其实就是坠毁了嘛。差点有交通警察，对，负责管着别超速。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这个系统本身着陆的时候可能是故障，因为设计的可能，你看它要快着陆的时候，就像我们汽车有刹车，它有这种用这个反冲力来减缓它的速度，然后呢，包括自身的稳定系统啊、控制系统，也有可能在这个系统上出现了一些故障，那就比如说它歪了。我在说到这儿啊，我就在想，你说像这种，比如说去探索太空，无论你是探索月球还是哪个星球，还是怎么样，或者是你在地球观测地球的卫星啊等等等等，你发射这个有没有就是质量限制呀？就比如说有没有人是去观察或者是检查这个东西发射出去会不会安全？因为我在想的是，比如说它现在是着陆在月球表面，可能最多给月球砸个坑，对，你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但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比如说发射到地球附近，如果它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会不会掉下来？掉到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去。这种东西，首先就是说，科研人员会尽可能的在发射之前做检查。那我相信的尽可能，但是每个国家的水平不一样，对不对？万里有一，真的是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一个是本身你像这种发射系统啊，它会有一个这种自毁装置，它觉得这个东西它控制不了了，或者已经失控了，它会在一个合适的，因为它的飞行的轨迹跟路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预测的，除非发现这种发生这种突发的情况。那比如说，它就人工控制它爆炸了，在天空当中。但我们说的不就是说是万一嘛？就它是有，但是谁来检查它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他说 OK， 我没人限制嘛，现在谁都可以发嘛，对不对？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的机构说你这个合格了，你可以上。那合格与不合格这件事情有没有人管？没有个 ISO 的统一的标准，对，是吧？就这之类的。你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吃任何东西，你任何的车也好，船也好，自行车也好，对吧？你都有一个所谓的这种类似于像质量的标准。那你发到星球之外的、地球之外的。有没有一个质量标准？还是你可以随便它？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谁知道哪个国家是不靠谱的，对不对？你万一出去之后，你砸下来不一定砸在他国家内部不一定砸到谁身上所以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人管只是我一个外行听完了之后你要从这个控制标准的话，我觉得各国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如果说。咱就说在地球的大气层之内，如果出现故障的话，一个是它在坠毁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因为高速跟大气的摩擦会烧毁掉嘛，对。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这个
它是一个比较整体的这么一个发射器，可能刚发射出去没多远，它就出现问题了，用这种人工控制爆炸的方式也会把它我们期望啊，这个只是是我一个因为不懂这个相关的科技的人的一种担忧，我就是觉得会不会有人是半吊子。我们所谓的，因为你现在没有说哪个国家可以，哪个国家不可以嘛，他自己决定可以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他可以还是不可以？所以这个真是没准。反过来我们再看，比如说像朝鲜经常搞个什么火箭呀、导弹的，人说咔就是花了那么多钱，然后有的说这个科研人员就是工作的条件已经很艰苦了，然后好不容易弄了一个火箭，结果跟钻天猴似的，嗖啪没了，然后也是有点，但是好在地球的这个海洋啊占了70%以上的这个面积，那海洋惹谁了呢？对，就会好一点，对吧？那你没惹谁呀？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因噎废食，咱们就不往地外发射这种探测器啊，各种各样的这种人造天体。我觉得以后渐渐的，当那个就是这种科技更加的先进的时候，大家就噼里啪啦的已经就是我们说就此起彼伏的就轮着要发射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有人要控制了，比如说不能太多呀，是哪个国家什么顺序呀，你的质量不合格不能让你出去啊之类的，可能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吧，也就几个国家说白了可以做现在这件事儿。好了啊，那这件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共同也来关注，在我们有生之年，谁知道能看到什么情况？也许到时候我们就都去哪个星球去旅游和度假了，对吧？移民。说到这个科技方面呢，我们再跟大家来更新一小条消息啊，这个也是有点意思。这一段不一定能说完，咱们就尽快说吧。就是韩国的一个已经宣布的退役棋手李世石9段啊，将会在本月的18号、19号和21号跟韩国的一个围棋的人工智能又来了，人工智能韩斗，名字还挺萌的啊，进行3场人机大战。那李世石呢，可能大家都有的，尤其是喜欢围棋的朋友会比较了解哈，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棋手了。他呢，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目前人类跟人工智能的这个围棋的人工智能进行对战的所有的比赛当中，他是唯一一个当年是打败了这个阿尔法狗，就是 Google 旗下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围棋棋手，他是唯一一个。哇塞！对，所以他现在又要去挑战人工智能了。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一会儿这节我明显是说不完了，下节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再稍微聊聊。因为人工智能在我看来，真的它的这种运算能力啊，包括对一些情况的这种预判什么的，比人类要，而且它不会受到情绪影响。对，这一点也很重要。好了，时间关系啊，先稍作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接着聊。Resin 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折到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折优惠，让 Resin 祝您省大钱。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定。530号 Grace Road Greenland。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你好 ，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821738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好的，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48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的内容啊，就说了这个韩国的棋手又要挑战人工智能，当时不就说他是唯一一个赢了 AlphaGo 的吗？他是怎么赢的？不是算术，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所谓的棋艺胜过人家了，而是等于找到了当时 AlphaGo 的一个漏洞，对，相当于触发了一个它的 bug。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啊，现在咱都不说那种大型的计算机了，就是我们正常用的这个电脑什么，它的运算力每秒的运算次数，那比人类的大脑不知道强了多少倍，是吧？爱因斯坦估计也不行。对，那在这个当时啊，李世石跟这个 AlphaGo 在对弈的过程当中呢，李世石是用了好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出了一招棋，然后呢，这个 AlphaGo 呢就好像被触发了某种程序上的漏洞，从此之后，他在跟李世石在对弈的这个每一步走的感觉都是好像已经不正常了。对，就是可能连初学的这种小棋手可能都不一定会那么走的，就是错误频出。所以最后对这一场呢，也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跟 AI 进行对弈的唯一一局获得胜利的这么一个，包括之前有个叫深蓝，我不知道，我知道，对，那个也是跟人类去进行对弈哈。那这一次呢，李世石就是很多朋友就把这个宝就压在李世石身上，说你看这简直是如果套用很多这种科幻小说或电影里面的话，总是有这么一个人在人类面对这种AI 的这种或者说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威胁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好像以救世主一般的这个身份，他就是专门克人工智能的。所以我在想，你说他找到了一个 bug， 那是不是所有的其实我们说这种人工智能，它是无敌，它不受情绪影响，没有压力，没有求胜欲，什么都没有，纯靠计算，这你人没办法的，人总要受到情绪的影响的，这人无完，这不可能，对不对？但是他不会犯错，可是呢，他有 bug。就说如果他找到了这个点，他能够触发一个 bug， 那还真说不好，背不住他再跟其他人工智能也能找到。是，所以这个呢，也是你说人工智能有它的优势，但是人类也有自己的优势。你比如说，我可以哪怕一步走错了，我后面可以经过自己的这种比较理性的判断去调整啊，但是呢，有可能AI 就做不到这样，所以这个是算是各有千秋吧。之前我不知道那个很多朋友可能是看过这个《终结者》的系列电影，施瓦辛格演的。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你像这个第3部里头，他不是有一个那种液态的机器人？但是科幻片吧，他就天马行空的去想，说这个机器人呢，正常的用金属的零部件来做，但是那个呢可以用液态的金属，但是这样的话就产生一个问题，就这个人是很难被消灭的。你比如说，你拿子弹去打它，子弹直接就穿过去，然后它自己又慢慢的恢复了。对啊，就像一团这种啫喱一样，那你很难去把它给消灭。那最后怎么办呢？你如果是用这种温度很低的，比如说这种干冰的这个灭火器去喷它，
它就会变硬，因为这个物理特性它是没办法弥补的一个先天的缺陷，对吧？包括最后怎么给它消灭呢？给它想办法引到那个岩浆里面，那温度很高，虽然是液态金属，但是一融化之后，它跟其他的这个不是岩浆啊，就是那个钢液啊，就是铁水，然后它就化掉了。那这就相当于彻底消灭，所以等于说就是什么东西，无论它在你理论上说它有多强，你把它造的多无敌，每个人都有可能自己的，不叫人了，每个东西它都有它自己的缺点和漏洞，你要找到还是可以攻克的。所以这次就来看吧，看李世石既然攻克了个 AlphaGo， 能不能攻克韩斗？其实说白了就是他能不能找到漏洞，而不是钻研歧义了。你有没有发现不同？可能以前输的那些都在钻研歧义，你再怎么钻研，你也钻研不过计算机的计算呀。那当然了。那他就等于说呢，走了一步不同的路，他开始钻研他的 bug， 所以他如果换了方向，人类的脑袋背不住，毕竟这个东西 AI 也是人类造的呀，去找它的 bug 可能相对来说更容易，只是以前可能没想到呗，对不对？没错。所以来看吧，这一次到底李世石能不能够赢得了 AI？赢得了这个韩斗先生，是不是？韩斗，来，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两条比较有趣的消息啊，这个都是跟小动物有关的啊。我们先说日本这一条吧，好吧？现在北半球是进入了冬季了，可能很多朋友之前也是看过这个相关的报道啊，说在日本有些地方啊，以温泉盛名的这些地方，那是有些地方，哪个地方都有温泉。对，那但是猴子泡温泉应该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吧？不是，北海道。就是最著名的，而且基本上只有在北海道看得到。是，那在这个温泉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国家，猴子也非常多。那猴子呢，它现在也不是说现在了，就是学会了泡温泉，哎呦，那可是学会了很久了呢。是，那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冬天的时候进行一个御寒。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哎呀，这个猴子太会享受了，尤其是有的这个猴子，你看它这个表情跟动作。啊，就闭着眼睛或者伸着手。我跟你说，猴子也好啊，什么猩猩也好啊，它真的是跟人类太接近了。是，所以我是亲眼或者是亲自跟猴子一起泡过的，就是在日本泡过同一个温泉。跟我们说说感觉怎么样？就你如果它要不是毛的话，你会觉得它是另一个小人类，就是一个小孩儿，他跟人一模一样的，他也会就成群结队的在那儿，然后热了他也会把上半身露出去，然后下半身再泡，然后他也会那种闭着眼睛享受啊，也会互相捉着狮子擦擦背啊，哇，很精。现在他其实这么说吧，这并不是说人类教他去泡温泉，是猴子因为北海道非常冷，尤其在冬天，所以他们是去找取暖的地方，所以有很多的是那种自然的温泉，本来猴子就会去泡，后来是有人发现说呢，哎，这很可爱，所以就把它给引进到了人类也能去的一些地方，所以才会出现就人和猴子一起泡的这个状态，但真的挺可爱的。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啊，可以去看一看。而且现在呢，因为这些猴子已经就熟悉了，所以它根本就不会干扰你啊，它也不会理你，各泡各的，各泡各的，对，就它也根本就不 care 你，不会在泡温泉的时候问人要点吃的什么的，就是它也不太理你，说白了啊，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哈。当然了，这个季节能够有一个地方泡温泉，确实一件比较惬意的事情。另外一个呢，也是跟动物有关的，就是咱们说说猫啊，这个猫呢还挺特殊的，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身份，就是英国外交部的首席捕鼠官。哎呦，这件事情已经看过他很多次了，每次都会报他，长得一个非常凶的，很像黑猫警长。对，就是脸臭臭的，然后感觉有点不太好招惹的这个感觉。我觉得他黑猫警长就照他画的吧，就是长一模一样，真的。对，那这个猫呢，它在经过了半年的休息之后呢，日前是重返工作岗位啊，继续回到这个英国的外交部进行它的这个捕鼠的相关工作。但是之前呢，为什么说不干活了呢？不上班了呢？据相关人士透露啊，是因为这个捕鼠官呢工作压力太大，所以说选择了休假。这是一种什么待遇啊？我想问。不是，这其实是个噱头啦。是，当然了啊。但之前呢，也是因为比如说有的人就因为很宠爱他嘛，啊，就经常的给他进行喂食啊什么的。反正他恢复工作了。我剩最后30秒，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哎，问一问。黑猫警长总共有几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我是知道的。你是知道的啊？但是我想一想，就我们从小看到大的黑猫警长，大家知不知道他总共有多少集？猜一猜，一会儿可以不许去 Google 啊，自己印象不一定非常准确，多少集到多少集。好了，时间关系，我们稍事休息。
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Angela 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Scale，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Scal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4日，星期三，农历11月初9。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今年黑五消费额创纪录，圣诞节前将再迎消费高峰。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新西兰人在黑色星期五当天的消费额已经达到了 2.53 亿纽币，远远超过去年节礼日的6380万纽币。去年只有一天消费额超过今年的黑五，就是复活节前的周四。上周末正值黑五，新西兰人从周五到周日总共消费了 6.52 亿纽币，其中约 90% 的交易记录是在实体店完成的。
Paymark 表示，对一些零售商而言，黑五是一年中最繁忙的交易日。非食品和非酒店类零售商在黑五的销售额增长了 42.6%， 相当于2100万纽币，消费额持续增长到周末。今年的黑五比去年晚到了一周，但销售热度丝毫不减。百货商店、服装和家具店、体育器材以及玩具零售商上周五的消费额较上年同期的销售额增长超过 60%。超市、美发店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也表示，黑五周末销售增长强劲。在黑五周期，新西兰人总共消费了 6.52 亿纽币，比去年黑五相比增长了 12.8%。Paymark 的发言人向媒体证实，黑五周末的总消费创下了新纪录。分区来看，奥克兰和北地黑五周末的花费最多，为 2.67 亿纽币，而坎特伯雷和惠灵顿分别为7340万纽币和6270万纽币。惠灵顿以及丰盛湾在黑五周末期间的销售额增幅最大，分别增长了 15.5% 和 14.3%。Paymark 表示，圣诞节前的最后7天通常是一年中最繁忙的购物季。根据2013年圣诞节最后一个周三的记录显示，今年很可能出现3个非常热烈的购物周期，其中圣诞前夜可能会成为最繁忙的购物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台风北缅将横扫马尼拉，超过22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表示，截至12月3日早上8点，北缅风眼区最强风力为每小时155公里，阵风为每小时235公里。风眼强给菲律宾比科尔大区4个省带来了狂风和豪雨。根据气象卫星显示，破坏性强风将会横扫马尼拉大都会地区，吕宋岛多地将面对洪水和泥石流风险。报道称，这场风暴至今已经夺走至少1条人命，超过 22.5 万菲律宾人被迫逃离家园。台风北缅2日深夜在菲律宾吕宋岛最南端的索索贡登陆，马尼拉市政部暂时关闭，马尼拉机场也从3日上午11时起关闭12个小时。报道称，受影响地区的政府办公室和学校停工停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也暂停部分地区的商业海运服务。特朗普称，美国将恢复对巴西和阿根廷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表示，美国将立即恢复对从巴西和阿根廷进口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西和阿根廷2国货币大幅贬值，这对美国农民不利。他表示将立即恢复对其钢铝产品的关税征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8点06分。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在昨天经历了狂风和强降雨，就那么一阵儿之后，今天呢，基本上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会逐渐的放晴，可能有些地方还偶有阵雨出现，气温不受影响。奥克兰今天最高仍是24度，最低15度。北岛南部地区也基本上都放晴了，个别的地方还偶有阵雨，但是你看中部地区的气温还是非常高的。Napier 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哦，最低是16度。再来看南岛，南岛的这个降雨呢，可能今天还会要持续
续一下下，但是呢，雨势会比昨天来的要小一些些。今天基本上都是阵雨，但不影响气温。Nelson 今天的最高气温仍然有21度，最低是14度。南岛南部地区也基本上都是阵雨的天气情况，但是温差这个大呀，我也是觉得有点夸张。基督城今天最高25度，早晚最低温度却只有9度。Timaru 也是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是7度，这每天要穿什么衣服呢？那么到了明天呢，是又有一股降雨会影响到新西兰，但是基本上还是维持在南岛以及北岛的南部，北岛北部呢还是以阵雨为主。那么气温方面跟今天差不多，奥克兰明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15度。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6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78886。Resin 特价优惠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涂料最高7折，墙纸7折，各种粉刷用具75折，让 Resin 祝您省大钱。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早上的8点11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是不是到了12月哦？无心工作，就忽然间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黑猫警长嘛？我们在刚才的这个广告期间呢，我们仨就在这边讲小的时候看的动画片儿，给我有一种，要不然干脆今天别讲新闻。
给大家放动画片的歌，回忆回忆小时候看的多好。但是想想今天又有那么多事儿要讲，怎么整？哎呀，这个可以，我们一个是听听我们观众跟听众的意见，想聊点闲篇也不是不行。那肯定一半一半，一半说我要听新闻，一半说聊闲篇，那不最后还得咱俩决定吗？那咱们就是聊点闲篇，再说点正事儿呗，对吧？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先把正事儿聊完了，对吧？那我们得先把刚才问大家的问题的答案告诉人家，你不能让一会儿就开着车呢，人家一会儿就想说我快到地方了，你还得让我自己查，还不说。就刚才说黑猫警长总共多少集？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一部黑猫警长，对，是总共只有5集。是。后来呢，其实是翻拍过一个第2部，但导演也不一样了，黑猫警长的样子也不一样，所以它就跟我们想象的那个黑猫警长完全不一样了。说实在的，我们也只是知道说，在93年的时候出过黑猫警长的第2部，那实际上都没看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应该是87年的时候，那第1部的黑猫警长呢，是84年的时候出的。84年就有了吗？对，1984年的时候出的那部电影是不是？就是我们说动画片，但是影响的真的就是我们这一批人，就是95年之前的吧，可能95之后的就不太知道了，但95年之前的应该都基本上是看过黑猫警长的，而且啊，黑猫警长应该是所有人小时候的一个所谓的恐怖片吧，就很多人会很害怕那个黑猫警长里面的故事，所以大家觉得可能印象都觉得哇，看了很久很久很多集，其实谁想到只有5集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5集都是什么？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就是那个吃丈夫的螳螂，哇，那小时候给我留下了不要太大的阴影。是，还有一集那个叫我记不清具体名字了，但是是跟有一个狮猴鹰，就是说那个老鹰那个叫空中情敌啊，空中情敌，你把5集的名字都找对啊，第1集叫痛歼搬仓鼠。就是一个仓鼠去偷粮仓的那个，是一只耳是不是就这么来的？哎，对。第2集叫空中情敌，就是你说的那个凶残的狮猴鹰的那个故事。第3集叫吃红土的小偷，就是那个大象、河马、野猪偷吃红土，然后造成围墙。然后小动物没有家，就那一集，那是第3集。第4集就是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的吃丈夫的螳螂。第5集是会吃猫的娘舅。对，这个是半仓鼠，是一只耳嘛。他后来，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从南美那边请来了救兵啊，说那个对那个吃猫鼠呢，它会，我已经记不得剧情，会释放毒气，然后包括什么那个黄毛警探什么的，他们闻了那个毒气之后就晕倒了，然后就被这个吃猫鼠给害死了。这个细节你倒是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动画片确实是怎么讲呢，在那个年代的人来讲深入人心。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啊，包括吃丈夫的螳螂，这个在自然界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只是那个时候把它作为一种动画的形象，然后一个新娘，好家伙，婚纱还没换下来就把丈夫给吃了，然后拍的我印象当中拍的特别好，就是小孩看啊都非常非常的。就是哎呀，说到这儿，反正就想起来了嘛，就说这个动画片，这个黑猫警长真的是很经典，但是没想到它只有5集，后来很多原因，网上也有很多故事，说他为什么就不拍了。然后1990几年的时候拍的那个续集，黑猫警长就变成全黑的脸了，但那一部好像就很少有人在真的看，那个总共是有12集左右的样子。是，哎，好了。之前的这个黑猫警长就真的特别像上一节我们讲到的那个英国外交部的首席捕鼠官，就是嘴巴这个部分是白色的，是不是非常非常像，长得就跟黑猫警长原型哦？好了，我们来继续讲啊，那是黑猫警长的后代，现在去捕鼠去了。也有可能是吧？好，我们还是说回到新闻的内容啊，说了一点闲篇，再说回到正经的内容，还是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早上其实新闻的内容是很多的，而且大事也非常多，值得去讨论一下。我们来先看一看新闻早知道啊。第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非常期待已久的大麻合法和控制法案的细节。这回真的来了，因为在明年的大选的时候，我们就要就此法案来进行投票了，一直在等。就说呢，支不支持大麻合法化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要看你法案的细节是什么。现在来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是的，另外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关注啊，为了避免大选遭到所谓外国势力的干预吧，那么新西兰呢日前就宣布啊，将会禁止外国人对各个政党以及候选人的政治捐款，以避免外部势力的影响。对，这件事情算是一个国际上的趋势。那我们来看看新西兰相关的规定又是怎么说的。是的，还有呢，就是在上周不是在昨天没有
跟大家讲完的关于新西兰的房价，现在是发现全国都在涨，除了奥克兰。那么奥克兰也有一些区呢是跌出了100万俱乐部，但主要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还不是这个内容，更主要的是我昨天听到了一个分析师，他在讨论关于奥克兰，应该说新西兰，尤其是奥克兰到底缺不缺房，怎么个供应和需求不平衡，他有了一个非常另辟蹊径的观点，但我听着觉得非常有趣。回来之后啊，赶紧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是，那刚才在整理新闻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今年这个黑色星期五，也就是刚刚结束的，在上周的周末的时候，哎呀，咱们新西兰的这个消费记录可以说是挺让我意外的，非常非常可观的啊，6.25亿，整个从周五到周日的这么一个周末，我们全新西兰的这个消费额达到了这么一个数字。而且让我更惊讶的就是什么呢？就说最近咱们一直在说经济不好，经济不好，大家都说今年的关键词又是穷，说再一次是穷。对吧？可是你看啊，现在无论是从消费额上，各种的消费，还有我最近呢也是，比如说跟朋友出去吃饭要订餐厅，尤其是如果你订一些稍微可能 popular 一点的、受欢迎一点的餐厅，你提前2-3天根本不可能，你怎么也得提前1个星期去订下一个星期的。是，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映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手里头有钱了？我不知道呢。当然也不能光看这个消费记录啊，因为消费记录那有可能我辛辛苦苦攒了1个月2个月的钱，就为了说黑五这会儿消费一把，也都那你说餐厅呢？为什么我们现在以前我觉得不至于，就怎么提前2-3天，你别前1天那肯定订不到，你提前2-3天是没问题的，现在可好，得提前1周。哇，大家出去吃饭的这个意愿也是很高涨嘛，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我们也来稍微聊一聊。还有呢，就是今天是星期3，所以在9点半之后，我们会进入到绿野新宗的自然说。夏天来了，我们究竟要带着孩子们去哪儿玩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几个离岸的小岛。就在我们奥克兰周围，不是 Rangitoto， 不是什么 Waiheke， 去一些不一样的小岛。一会儿我们来看看是不是适合您带着孩子在夏季出游的啊。都在9点半之后再来跟大家说。好，那我们先从新西兰新闻开始说起。首先带来一条快讯，让导播给大家找这张照片，有一个男囚犯逃脱了，而且逃脱了1个多月了。昨天警方是给各个媒体发信息，呼吁我们也来宣传一下，让民众提供线索，要把他给逮起来。是这个事情，这一听还真的是有点吓人哈，因为他还不是说什么假释之类的，他是属于正在服刑期间，然后突然就逃走了。那他呢是趁着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呢，一直逃脱至今1个月。还要多，那现在也没有任何的线索，所以说警方呢也是把他的照片发布出来。他呢，今年31岁，10月中旬的时候，他在一家医院呢，我估计应该是比如说身体出现一些问题需要，现在不知道，警方没说。对，应该是这样，不然的话，你想他还戴着手铐嘛，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说提出了要求，说我要上厕所，那警方呢就这个警卫啊就把他送到厕所里面，然后还把他的这个手用手铐靠在了这个洗手间的金属扶手上，然后门口也有警卫在把守啊，然后这种情况下他还是设法取下手铐，然后从侧门逃脱了。是，那现在呢警方并没有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罪行进的监狱，也没有说他到底是比如说是什么原因让他去医院，还是什么原因让他逃脱，但是呢警方明确有提到说他是有攻击性的，也是有危险性的，但是呢警方找了1个多月，不是那个至少有1个多月了，对，都没有找到。10月中旬，现在都有1个半月还多了，1个半月都多了，就说还没有任何的线索，所以这才嘛公布出来，让大家去提供线索，并且也是提高警惕，看到这个人不要轻举妄动，他是具有攻击性的，立刻跟警方来取得联系，可以报111报警，也可以打匿名电话。0800555111，3个5 3个1啊，0800-3个5 3个1。如果看到他，赶紧拨打电话。那么如果在看电视的朋友呢，一会儿我会把这张照片发到群里，大家也可以稍微来看一下。这是警方要求我们，不是要求了，希望媒体都能够配合。是的，很吓人呢。
那当然了，因为既然说了具有危险性啊，而且呢，逃脱了1个多月了，已经在外面到处闲逛或者是东躲西藏，谁知道他要干嘛呢？对不对？关键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对，但是这个我觉得警方是不是有义务稍微向外界去披露一下？可能披露也怕引起恐慌，万一是什么考量？对，所以我们来看吧，就是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哦，一定要稍微的去留意一下。好了，那么接着我们往下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大麻合法的这件事儿。我们也知道，首先呢，明年大选当中会绑这个公投，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么这个公投的内容，这个问题怎么问，也在昨天 Andrew Little 我们的司法部长正式宣布了。先跟大家说，明年你会在大选的那个选票上看到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直接就问你是否支持拟定的这一份大麻合法化和控制法案，然后你接着有2个选项 ，A 就是说是的，我支持拟定的这一份大麻合法化和控制法案 ，B 就是我不支持这一份法案。所以大家看清楚啊，不是问你支不支持大麻合法化，而是直接问的是你支不支持这个法案。所以那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个法案当中是什么内容？我现在选的可不是我支不支持大麻合法化，而是说你的这个法案让我觉得可以还是不可以。所以也是在昨天，我们的司法部长直接就把这份法案当中的一些细节透露了出来。要注意，这份法案现在还是属于讨论文件，之后还是会修改的，直到明年纳入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公投当中去，才会是最终的内容。所以我们先来看啊，这个拟定当中的到底包括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这个法案里面呢，首先就是说规定了购买或者使用娱乐用大麻的最低年龄为20岁。这个跟喝酒还不一样哈，喝酒好像18岁啊，然后当然到这个好像你购买的时候是21岁，21岁，这有这么一个区间。那然后呢，大麻的现在给定的最低的年龄是20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法案的草案啊，现在是禁止在公共场所消费大麻，这个倒可以理解。抽烟的话，公共场所也是，对吧？最好不要去抽。那并且限制大麻使用范围仅在私人住宅和有执照的场所。那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会有一些场所会颁发一个此地允许，就像酒牌一样，我们颁发一个执照啊，在这儿你可以吸大麻。对的，没错，就是类似的。没错。那还有一个关键，一个就是年龄，一个就是在什么地方吸，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可以买多少。根据现在的这个讨论文件当中是说，每个人每一次或者每一天只能购买和携带14克干燥的大麻。对，14克什么概念呢？绿党的 MP 是这么形容的，他说14克，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就是一颗葡萄那么大的大麻。可是大家想一想啊，一颗葡萄那么大的大麻，比如说14克，它到底能够吸多少？不是。卷出来多少烟？卷出多少烟？根据我看到的，我去查了一下，基本上是在42根到56根不等。是，这就你别看它只有14克哦，这就看卷粗点卷细点了呗，反正是。对，但是你要卷，我估计你也肯定那就过去了，是吧？就是也没，它反正就是我看到去查了一下，能卷42根到56根。所以虽然只是你听起来只是葡萄那么大一颗，一次你只能一天啊，只能购买这么多，但你想想它卷成烟，一天可以有42根到56根呢。有没有很夸张？是，这怎么抽？你就抽普通的这个传统香烟，一天可能也未必能抽了那么多。当然，我不是说那个你买了之后一天都抽完了，但是就是你可以抽的量，是不是这个也有一点过量了？我是觉得稍微有点夸张啊。好，接着往下说。那如果说这个违规的话，也有一个目前啊提出来一个处理办法，就是会被处以200纽币的罚款，或者最高500纽币的法院罚款啊，当然是要罚钱的啊。那关于这个大麻产品的宣传呀、营销，这个是首先市场营销和广告宣传是完全禁止的。那如果说想要销售这个大麻产品的话，当然是也要获得一个特许的经营执照，才能够进行销售。是，还有呢，就是规定卖大麻的地方不可以卖烟和酒。
哦，就这几个东西不能同时出现。对，你如果卖烟或者卖酒的话，你就不能再卖大麻了。而且是必须在实体店去进行销售，换句话说，网上你是买不到的。还有呢，就是说，就是出售大麻的场所必须要有警告信息，就像你买烟，烟盒上必须说这个东西是有害的，你可能会怎么样，而且要弄得越恐怖越好，这也是这个法律当中的规定。还有就是在家种植大麻的话，每一个人会允许种2株，如果一家人当中是夫妻俩，那就可以允许种4株。基本上现在得知的信息就是这些。但是如果说同一个房子里面啊，你有3个或者4个成年人，但是也只能种4株，最高的上限就是4株。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啊，听几则商家好介绍，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说。内容说完了，我们来看这个法案，你是否支持呢？是，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聊。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skill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skill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早上的8点30分，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这个堵呀，我的天呀，这是怎么了呢？现在路况特别好报，是，就是1号、16号，无论东西南北的全红，全红。我就只报黑色的路段，好不好？我没有报的就是全红色的。
大家就知道了啊。对，黑色交通拥堵的路段，一个是在 Mount Wellington 这附近，现在是黑色大塞车。16号这边呢是在这个 Greenhouse Road 到 St. Luke's 是黑色大塞车，北岸是 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是到 Constellation Drive 是黑色大塞车，还有就是小路上什么那个 Eastman Road 啦、O'Neill Road 啦、Greenland 啦什么之类的，现在都是黑色大塞车。我没报的全是红的啊。是，而且今天这个18号高速比昨天好多了。对，18号高速可能也是往1号高速这个方向的下口啊，也是再次出现了一节黑色的这个拥堵的情况。所以其他的路段大家就做好准备吧，就是全红。我不知道最近是为什么，怎么这么堵？不过现在已经8点半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说平时老是走这种比较拥堵的路呢，现在应该也已经差不多到了该到的地方。很多朋友就说了，你以为红色和黑色差多少呀？就那样呗，就习惯了，好吧？那我们就路况就说到这儿了啊，快速再看一下财经信息。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股市方面的最新的一个数字。新西兰 NZX50 指数呢是报11228.27点，跌73.71点。上证综合指数呢报2884.70点，涨8.89点。道琼斯工业指数报27429.06点，跌353.98点。如果没记错的话，昨天道琼斯的这个指数也是大跌的。那汇率方面呢，纽币对人民币现在的汇率是4.60，又涨了。纽币对澳币0.95，纽币对港币5.10，纽币对美元是0.65，美元对人民币7.04。那汇率实时变动还是以实际交易时的价格为准。当然就是真的。最近纽币涨得不轻啊，是涨得不轻啊，真的是涨得不轻哦。所以大家就无论你是做生意的还是怎么样的，可能自己要去稍微看一看啊。对，该调整调整。好了，那我们说回到关于这个大麻合法化的这个法案，是内容说完了。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说一说，你看完这个法案的内容之后，你会不会投下赞成票？我来说一下我个人观点啊，是这么说吧，就对于大麻是否合法化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已经说不上支持还是不支持，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像在新西兰这种国家，肯定会过，所以我更关注的不会是说到底它会不会合法，而是你怎么样去真正监管它合法之后的样子，因为我们也知道它的这个合法化的目的是为了要去打击黑市，让它可以更好的被规管。但所以呢，我现在关注的点更在于这个法案能不能够起到它的这个作用。在我看完了这个法案之后呢，给我的感觉就是no， 没有什么作用，对吧？当然了，我们还是要提一下的，就是说目前这个方案呢只是第一稿。对吧？有可能在后续的会有一些改变。那我们后续的会跟大家来提一提，这里面其实有几个点啊，可能是民众比较关心的，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些可能还有争议的地方。我自己觉得的，就比如说，我其实在期待这个法案当中的，我更想看到的，比如就像你去在新西兰这边开车，你有酒驾，你有没有毒驾？那你现在大麻合法化了之后，是不是也在你测酒精的时候要测毒？是。那如果酒精都能够导致很多事故发生的话，那抽了大麻可不可以开车？对不对？你有这个限制吗？如果没有限制的话，那路上岂不是更危险？对呀，你没有限制人家什么时候可以吸。我在家里吸完了，我是没有在公共场所吸啊。我在家里吸完了，万一我嗨了呢？你没有要求说我吸大麻不可以开车吧？那我开了之后出现事故怎么办？是你这个法案当中有写吗？没有，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我作为雇主，我的雇员可不可以吸嗨了再来工作？那咱就假设一下，咱俩上节目之前，对呀，我来2口，好家伙，这个节目我跟你说更有看点了，开玩笑啊，当然也没有提到，对吧？对吧？那雇主看完了之后会不会担心？你现在没有要求，那我雇员就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没有法律要求我说不可以吸啊，那我凭什么不可以吸嗨了再来上班？你为什么你因为这件事情要解雇我？不行啊。法律没说呀，对不对？是，所以这是不是问题？这是我想到的啊，你法律当中没写的，说明你这个法律当中的漏洞，连我这种脑子都能想得出来，对不对？这是2个我觉得非常值得去考虑的。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黑帮
或者是黑市，你到底能不能够禁止？我们就拿加拿大来举例。那现在并没有禁止啊，对吧？而且大家为什么后来我看了很多新闻的报道，都是关于加拿大的这些大麻合法化之后采访的选民，就问选民们为什么，当然都是匿名的啊，就是选民也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嘛，就匿名的问他们为什么既然合法了，你不去合法的地方买，一定要去黑市买？便宜呀！一是便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没想到的，我是听了才知道的。他们说什么？他说我怎么知道我在你所谓的这些政府发了牌照的地方买大麻，我不会有被记录啊？我怎么能够确定政府是不是知道我就是属于吸大麻的这个族群的？我不想让政府知道，万一我的信息被泄露了呢？万一过2年你又说不合法了，给我来个秋后算账可怎么？那倒不至于，我知道就是说那个意思，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吸大麻，我就想自己开心一下。那我怎么能够确定我在政府的批准的这些地方买，我的信息不会被透露？是啊，毕竟我交个枪，对吧？对，都漏了，对不对？啊、那你这个东西谁知道呢？所以这也是选民到时候选择，就是我们说在加拿大为什么实行起来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一个原因，就是选民的担忧真的绝对不仅仅是价格那么简单的，这是其二。就我看到这个法律之后啊，第三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Andrew Little 的回应。司法部长是负责要公布这个法案当中的细节嘛？但是在昨天他公布这个法案整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办法能够想象这是一个部长在做事儿。你看啊，就是针对这其中的细节，记者就问他了：第一，这14克是不是太多？刚才我们说了14克，绿党说了不多呀，就是一颗葡萄那么大小。但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它能够卷50多颗烟，至少也能卷40多克。那这个会不会太多？你知道 Andrew Little 怎么回答呢？他会说我不吸啊，所以我不知道多不多。好吧，那你是部长哎，这个法案是你负责的。这么草率就随便以这种借口去搪塞过去。我真的没想到他是这么直面跟记者说，因为我也不吸大麻，所以我并不知道到底是有多少。你不应该知道吗？这是其一。其二，就有人问他了，说你现在不是要求说在家种植一个人2株，对，一家无论你几个人最多4株，就问他怎么监管。你怎么知道他家里种的是几株？你挨家挨户查吗？你现在是允许所有人都可以种，只要你是20岁以上的都可以种，谁查？Andrew Little 回答的是警方查，换句话说，跟我司法部没有关系。警方在这个时候听完之后就会想说了，这锅怎么又背我身上了呢？这个真的是有点没办法理解啊！其实跟大麻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很多的。你如果说推出了这个合法化的这么一个相关的法案，行，咱就说民主国家，对吧？但是后续的这么多问题怎么解决？会不会本来觉得是一个好的解决的方式，结果呢推出来之后反而更加雪上加霜？还有就是问到说这个20岁会不会太年轻？然后我们也知道，关于大麻合法化这件事情，一直是绿党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推着政府一定要把它变成合法化，不是说工党不想或者我们政府不想，只是他可能没有像绿党来的那么迫切，再加上绿党这么在后边 push， 所以这才很快的就把它进入到了投票的环节当中。然后就问到嘛，就说这个20岁会不会太年轻？绿党的那位议员，就是我们说要参加中区选举的30年来最年轻的那位 Chloe，绿党的国会议员嘛，小姑娘，那个小姑娘，那个别叫人小姑娘。那个年轻的国会议员，好吗？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他的回答就是：你告诉我20岁和25岁有什么区别？的这个意思。你别说，这一问的我是哑口无言。而且他说，你看酒，你年龄放在那儿了，有区别吗？年轻人不喝了吗？还是说你年轻人真的往上提了年龄之后，就减少了大家饮酒量，有吗？没有，大麻一样的呀。行吧，该抽的人让他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如果真是通过的话，反正有什么样的问题也会逐渐的显现出来。所以说 Andrew Little 这个人啊，不是我说他，你看他的那个思维方式真的和我不一样，反正和我是不一样啊。我不知道跟大家是不是一样，也许很多的支持者是跟他们的思维方式一样的，我只能说跟我不一样。就举例来说，他就认为说，像这个罪犯，你看在司法部的嘛，罪犯戴个脚环就放心了。这个大麻出个数他就觉得 OK 了，反正这事儿他不监管，他只负责出法律，剩下的至于多与不多，那都是人家告诉他说 OK 就 OK。所以你就觉得他这个司法部长当的也是对，所以你说这个，咱就从绿党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真的就觉得，因为是个小党嘛，对吧？然后就说我必须得有点什么东西出来，然后才能。但是他们是真正的这么说，其实绿党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是非常
一直都非常坚持的，他们很支持大麻合法化，而且他们会觉得吸大麻并不会怎么样。就像我们，因为我们可能，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没吸过，所以我们就误以为，会不会是误以为吸了大麻就会很嗨，或者我们把这个后果想得过于严重，就像吸毒一样的。其实人家真的吸过的人就会知道，其实和吸烟一样，你并不会嗨。也并不会有任何反应，所以也不存在说你什么毒驾，因为它不是毒嘛。当然这个咱也没吸过，咱也不敢说。对，咱也不敢说。所以我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懂，所以才有这种误区呢？也有这个可能，反正咱们看吧。毕竟也是，不到1年的时间，对吧？明年大选的时候，这个就要同步的进行捆绑投票了，所以到时候我们看看这个最后吧，反正让我们来相信民主吧。是这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再次强调哦，不是说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而是你是否支持这一个法案通过，就是该法案通过。所以我就像我说的，如果要是只是问大麻是否合法化，我可能会投同意，但是我看了这个法案之后，我可能就会选择不同意，因为这个法案我担心的很多事情它都没有涵盖到，给一个很好的解释或者说处理的一个方法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会不会投下赞成票。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堵在路上，可能没有时间来发表自己的这个观点啊，没时间，那你就发个信息，或者是说个是或者是 no，我们也统计，看看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当中有多少人会是支持这个法案的。是，也如果要有空，你可以来加一句，就是说你不支持或者你支持是因为什么？就比如说是不是像跟我一样的？这会儿我们有电话进来，估计又是跟我们聊这个。喂，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安。小娇啊。我想说这个大麻合法化，他这个法案里面没有把吸大麻对这个身体健康有好处，这个科学依据好像没有。科学有好处？那总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好处，才应该立法案支持他们。我懂了。您这说的也是反话。一点都没有。而且他还说到什么不管多少人，最多中4周，还要警察去查，查出来超出的还要作为犯罪，又要判刑，又要开庭。又要登加监狱，对，还得罚款。我总感觉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了。反正我们也没权。但是你有权利投下您自己的一票哦，那我一定要记得去同意啊。那就去投嘛，对不对？我们相信民主。那我肯定会投啊。对。但是投管我投，但是对他这个法案我还说一下我的看法，我这个心里的怨气。明白您的意思，非常感谢啊，这个理解，好，谢谢，拜拜。谢谢您，祝您生活愉快，拜拜。都已经气到健康，是说能够增加身体，这个也没有说什么抽它的好处，那真的说不上来什么好处。你就跟传统的香烟，咱们说他都没有说出没有害处还好处的，我能理解这个听众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么大张旗鼓的使这么多力气，不是应该对人好的你才去努力吗？你一个对人体最多无害，这件事情都不太可能的一个东西，你这么努力的去推动它干嘛？但你要说它无害，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既然是燃烧的这种吸食的方式，肯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反正。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你连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不禁止吸大麻，这个法案当中都没写，你还说别的干嘛呢？对不对？好了，时间关系啊，因为一到了8点45分了，我们得稍作休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回来之后说另外一个，也是 Andrew Little 昨天宣布的，什么法案呢？是关于禁止海外的政治捐款的法案。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个 Andrew Little 说的又有没有道理，大家支不支持？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 0927235516。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23年老字号，100%免中介费申请留学，专业办理各类签证、移民申请。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Resin 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折到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折优惠，让 Resin 祝您省大钱。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常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Rainland。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 3778801。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 2823939。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 096230366。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中南为您同步播出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大马和法华看到群里的朋友是反应也是很热烈啊，我还没看到支持的，是支持的不敢说吗？不敢说，这个也没啥的，对我们也不记录，对吧？我们也不记账本。我们现在是在民主社会当中，我们要相信民主的力量。最后就是交给大家，你要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无论支持还不支持的，就用你的选票来说，是它是有用的。我也稍微利用一点点时间发表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憋很久了，对吧？有点憋不住了，说实在的，因为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可能小娇说的对，就是我们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大麻可能跟其他的毒品有异曲同工之效啊。但也许因为我们不也可能是因为我没抽过，我们不知道，对吧？也可能对身体无害。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包括绿党他也提，他说那你说什么20岁、25岁有什么区别呀，或者什么的，甚至说你不要设定这个年龄界限。其实他说的也没错，你想现在酒也有年龄限制，怎么了呢？年轻人不喝了吗？真的18岁以下不买酒吗？就那堆人最能喝了。但是你不能这样，你说那你干脆你出个什么儿童奶粉，你说里面还有大麻，白天不瞌睡，晚上睡得香，对吧？那说不过去呀。可是你说这个，你说作为这个我们说政府啊，它是不是很鸡肋？你设了个年龄有什么用？我们大家都知道，就自己也不是没年轻过，你那个年龄真的是有什么用？是，对不对？但是你说不设行吗？也不行。
真的不能2岁就。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你把这个大麻合法化之后，会给年轻人，哪怕是他没有到这个能够吸食大麻你法定的一个年龄，如果说设置这个限定的话，他会觉得啊，那既然有法律规定，我只是因为年龄没到不能吸，但是在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有错的，只是说我还没到时候。就像你去坐过山车，你没到1.2米你就不能进去，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对吧？所以说你设定不设定这个法定的年龄，你从根上说是没有区别，但是你把它合法化了之后，你造成的这个影响也不能小看。所以无论如何吧，大家自己去投票吧。而且呢，我估计这个法案肯定还会改了什么细节，我再跟大家说，看能不能改到，哎呦，对不起，看能不能改到大家认为这个法案是好的那一天。反正现在这个法案我肯定是觉得不行。好了，我们来说，气的笔都掉了，赶紧捡起来了。来，我们来说那个 Andrew Little 昨天公布的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外国人对新西兰的政党和候选人的政治捐款的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其实说白了，这也就是世界的趋势。现在不就是各国的大选都说有势力的渗透嘛，包括了美国，包括了澳大利亚，等等等等都有。所以现在呢，新西兰也就此事做出了一个宣布，就说以后他也设了个下限，你不能说0，他就说呢50块钱以下，外国人可以捐。超过50块钱了，任何人或者是组织的捐款，新西兰的政府或者是任何的候选人都不能收了。这个法案现在虽然是说工党这边提出来的，但是也会成为一个紧急法案，立刻就会在国会当中获得通过。很快它就开始，等于说下一届大选当中就不可以收海外的任何的政治现金了。那也是，这50块钱，这我觉得跟这个定年龄差不多，异曲同工，没有什么区别。50块钱能干啥呀，对吧？所以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说呢，反正很多人就在讲，他说你这个法案也是同样的，你听起来是说政府有没有做什么，做了，而且我自己其实也支持这种。你为什么一定要收海外的捐款呢？你本来你选民就是新西兰本地的，你海外不存在你的选民，你干嘛要收海外的政治捐款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能理解的，合理的。我相信大家也都是可以去支持的。问题就在这儿，你怎么进？我比如说啊，我是真的想干预你新西兰大选的，我们就说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的，我就是想干预新西兰大选。虽然这件事我是打了个很大的问号，是干嘛要干预新西兰？咱甚至就是说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就是我觉得看谁顺眼，我想支持他，哪怕是这种倾向，我就为了玩，我有钱多，你说不让我捐了，对吧？你不让我直接捐，我给新西兰的，比如说我现在身后有一个谁，他就想支持绿党。好了，他就想支持大麻合法化，他把钱给我，我捐，通过你的这个方式来捐，对啊，这就合理了。就是说不违反他这个，那我只是个传声筒啊，那我背后的金主让我说什么，让我做什么，我不就做什么了？那你这个跟你所谓的禁，它有什么？说白了有什么区别？治标不治本，换汤不换药，对。所以你要是真的，比如说你要去查的话，那你是不是你要查新西兰的这个负责捐款的人，他的资金是从哪来的？那如果这个也查的话，那得是个多大的工程啊！我就在想，反洗钱都已经是吧焦头烂额的了，你再多这么一事，当然了，还是那句话说，从根本上来说，外部的势力影响，这个是肯定哪个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对于有的人来说，也是觉得说，那你像刚才小娇表达的观点就很明确，我们自己的选举干嘛需要别人来？这我理解，但是你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效没有效，这个是关乎它比较根本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呢，我现在就在想啊，警察呀，昨天可累死了呀。这法案通过了之后都得他们管呀。警察就说我们的任务怎么越来越重啊？这个东西也要我去查，挨家挨户查人家种了几颗大麻，对吧？现在又让我查他的背后到底是钱是谁给的，我这任务太重了。所以说前一段时间就不是出台了这么一个这个条例，就是说警察可以在没有这个叫什么搜查证明的情况下，对，去搜查，是不是算是一个配套政策？我不好说啊。所以听完了之后就觉得，哎呦，还挺有趣的。这 Andrew Little 这个人，他以前我们也知道他是工党党魁嘛，他在当党魁的时候不是很受欢迎。他这个人其实也是法律背景，以前就是做律师的，当然是基本上是在工会当中做这种律师的顾问啊，什么法律顾问啊，做律师这一方面。但是你看他这个人的个性哦，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跟我的想法或者整个思维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就会咱就不懂了哈，咱也不知道，所以咱也做不了部长。是，是吧？让咱们做也不一定做，是吧？还是天天跟大家说说新闻比较开心。好了，这件事情就说到这儿吧。反正时间的关系啊，也马上结束这一节了。我们呢，在整点新闻回来之后啊，继续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来说新西兰新闻。9点半之后呢，会进入到绿野新宗 Doc 自然说，要跟大家来出去玩一玩。那么前一半呢，其实我们可以来讲一讲关于那个一个是房价的事儿。另外呢，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关于现在签证的事儿。其实很多的地方雇不到人，也是让他们非常的难过哦。这个到底怎么办？还剩下1分钟，我们就快速的再把那个黑五的交易额跟大家也来稍微说一下。是黑五的交易额，刚才整点新闻大家应该也听到了，就是那一天当天是总共全新西兰人消费了2.53亿。2.53亿，整个周末下来的话，就5、6日嘛，3天消费了6.52亿。比我想象当中还是多很多的。那当然了，这个也是算是创了咱们你想我们500多万人才，对吧？6点多亿。一会儿算算看人均消费是多少。马上就会有朋友给我们发上来的，我们俩这数学水平就算了，是吧？大家可以来算算人均多少。而且我刚才也在跟大家说，就说现在一个劲儿说经济不好，一个劲儿说2019年的关键词是穷，但是呢，你却看到该消费的消费。该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你看那个真的到放假的时候，也没谁真的在新西兰待着。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最近去订餐厅订不着，那谁订走了，肯定都是大家出去消费了呀。有一句话之前就说的，该吃吃该喝喝，有事别往心里搁。那可能是也比较那也得有钱呢，对，这是个前提嘛。当然，既然花出去越多，那肯定钱还是有的，对吧？对哪怕是说刷信用卡。可别哦，真的是。好了，时间关系，已经到了8点57分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跟大家来说说房价，也说一说关于签证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新闻。没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广告回来接着聊。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 096230366。Resin 特价优惠。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涂料最高7折，墙纸7折，各种粉刷用具75折，让 Resin 祝您省大钱。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Grace House Rainland。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
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78886。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 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关注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4日，星期三，农历11月初9。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今年黑五消费额创纪录，圣诞节前将再迎消费高峰。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新西兰人在黑色星期五当天的消费额已经达到2.53亿纽币，远远超过去年节礼日的6380万纽币。去年只有一天消费额超过今年的黑五，就是复活节前的周四。上周末正值黑五，新西兰人从周五到周日总共消费了6.52亿纽币，其中约90%的交易记录是在实体店完成的。裴马克表示，对一些零售商而言，黑五是一年当中最繁忙的交易日。非食品和非酒店类零售商在黑五的销售额增长了42.6%，相当于2100万纽币。消费额持续增长到周末。今年的黑五比去年晚到了一周，但销售热度丝毫不减。百货商店、服装和家具店、体育器材以及玩具零售商上周五的消费额较上年同期的销售额增长了60%。超市、美发店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也表示，黑五周末销售增长强劲。在黑五周期，新西兰人总共消费了6.52亿纽币，与去年黑五相比增长了12.8%。裴马克发言人向媒体证实，黑五周末的总消费创下了新纪录。分地区来看，奥克兰和北地黑五周末的花费最多，为2.67亿纽币，而坎特伯雷和惠灵顿分别为7340万纽币和6270万纽币。惠灵顿和丰盛湾在黑五周末期间的销售额增幅最大，分别增长了15.5%和14.3%。裴马克表示，圣诞节前后的最后7天通常是一年中最繁忙的购物季。根据2013年圣诞节最后一个星期三的历史记录，今年很可能出现3个非常热烈的购物周期，其中圣诞前夜可能成为最繁忙的购物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台风北缅将横扫马尼拉，超过22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表示，截至12月3日早上8时，北缅风眼区最强风力为每小时155公里，阵风为每小时235公里。风眼强给菲律宾比科尔大区4个省带来了狂风和豪雨。根据气象卫星显示，破坏性强风将横扫马尼拉大都会地区，吕宋岛多地将面临对洪水和泥石流的风险。报道称，这场风暴至今已经夺走至少1条人命，超过22.5万人菲律宾人被迫逃离家园。台风北缅2日深夜在菲律宾吕宋岛最南端的索索贡登陆，马尼拉市政部门暂时关闭，马尼拉机场也从3日上午11时起关闭12个小时。报道称，受影响地区的政府办公室和学校停工停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也暂停部分地区的商业海运服务。特朗普称，美国将恢复对巴西和阿根廷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表示，美国将立即恢复从巴西和阿根廷进口的钢铝产品的关税。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西和阿根廷两国货币大幅贬值，这对美国农民不利。他表示，美国将会立即恢复对巴西和阿根廷钢铝产品的相关关税。美国白宫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目前尚未就此发表声明。
另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当天也对此表示，他将与巴西经济部长格德斯讨论此事，如有必要还会直接与特朗普对话。以上就是这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志鹏为您编辑播报的。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Is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狂风但没有很强的降雨之后，今天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会恢复到阵雨的天气，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方面，奥克兰最高仍然是24度，最低15度。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基本上也全部都恢复到了晴朗的好天气，及个别地方可能有阵雨出现。气温方面，内皮尔最高已经到了29度，最低是16度。惠灵顿凉快一点啊，是15到18度。那么到了南岛呢，这一股降雨仍然维持在这个应该说是降雨当中，但是雨势会比昨天来的小一些，都是阵雨为主。气温方面 ，Nelson 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1度，最低是16度。南岛南部地区基本上也是阵雨的天气，但这个早晚的温差是真的非常大。基督城今天最高有25度，但是早晚的最低温度却是只有9摄氏度啊！不知道这种天气到底应该穿什么衣服来合适。再来看一下明天星期四呢，又会有一股降雨这个可以说是抵达新西兰，但是基本上呢，降雨还是集中在南岛和北岛的南部，北岛北部地方还是以晴有云、偶有阵雨的情况为主。气温方面，奥克兰明天最高仍然是24度，最低15度。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3778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Resin 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折到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折优惠，让 Resin 助您省大钱。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
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盘打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盘打 TV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欢迎回来，早上的9点11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 90.6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时间已经来到了9点钟过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上一节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关于大麻合法化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如果就此事仍然想来谈一谈，或者刚刚在开车不方便来说，现在也可以继续来发表您的观点。另外呢，我们也来聊到了关于禁止海外的这个捐款的事情，大家怎么看？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说。还有呢，就提到了消费，现在到底大家是穷不穷呢？大家怎么说穷吧，消费那么高，是到处去浪，但是你说不穷吧？大家又成天在说自己很穷，所以到底穷不穷呢？是我看到身边的朋友，其实出去玩还不像是说有一个词叫穷游，对吧？就是，当然那个一般就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出去尽量的减少开销。你看看现在shopping mall里那乌泱泱的人。对呀，不管是说吃饭也是找的都是还挺高档的地方，然后呢出去玩也是。你说高不高档吧，倒是还好。新西兰也就那样，就是吃饭多少钱，大家基本上心里也有数。你说贵能贵到哪儿去，也就那样，这倒是，对吧？所以就是，但是呢，你看它就是满到这个程度，我也是觉得很意外啊。这是不是因为年底了，就有一些礼你是必须要送的，所以有些东西是必须要买的。老话讲得好，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对，我的是不是这个原因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继续来关注吧。好了，那接着既然说到了钱，说到了财产，我们就来说说房价。昨天就想说没来得及，是我主要说的还不是说这个数据，而是我听到的一个分析很有趣。先把数据快速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是，那么全国呢房价是普遍上涨的，但是奥克兰地区呢有15个区是跌出了100万俱乐部，也就是说这个房价交易的中位数已经是从100万跌到了100万以下。那么之前呢，可能很多朋友就认为这个中位数也是，比如说体现出这一个区域的一个房价的一个风向标。对。那现在来看的话，既然中位数下降了，那就说明整个区域的这个房产肯定是往下走的这么一个趋势。是，但是全国就还好，就是全国整体的这个平均价还是在往上走的。没错。只是呢，就是奥克兰相对来说会比较的疲软一些，而且这个新闻当中，先跟大家来说一个全国的全国的住房现在的平均价是达到了68万592纽币。然后呢，除此之外，就是说哪里涨得最多呢？如果要是有投资打算的朋友，也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不一定非要买奥克兰的房子嘛。是，现在的地方虽然便宜，但是如果它的增幅大，不是一样的，其实更合适嘛。这个合不合适大家自己看啊，我也不知道。因为除了奥克兰以外，其他地区相对房价也是比较便宜。那你就是说，你如果做投资的话，你的投入的成本相对会低一些。那你虽然它涨得多，但等于说你利润也多，利润也少嘛。新西兰可能你涨1%就够
可能我们就瞎说啊，就1你可能就有10万的收入，你那个你得涨到10%，你才能有10万的收入，不就这意思吗？所以这也大家自己衡量啊。这个我只是说这些比例上来看的话，不是投资建议啊，不是投资建议，有从比例上来看，比如说南岛和西海岸现在的涨幅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跟去年相比，达到增幅是19.9%，但是你看它的房价非常低，只是平均价的30万起，对吧？你看你像你30万和100万比，你真的得涨10%和它涨1%，你的收益才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不知道啊，大家自己去衡量。但这个相对应的，你可能可以买10套，对吧？你在新西兰可能奥克兰你可能只能买2套。的区别，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说，真是觉得这个地方有投资潜力的，再加上手里又有钱，那怎么投资都行。但如果说手头资金不够那么富裕，但是呢，又想比如说在这方面，不管是首套住房啊，还是说这个自住，还是说投资，有这种相对便宜一点的区域，反正就是自己衡量吧。对，真的是要自己去看自己的程度啊。那么刚才就说到奥克兰虽然总体上跌的不多。我们就说，因为它有的地方在涨，有的地方在跌，所以平均来看，中间值其实差别不大。但是有几个区是真的跌出了百万俱乐部的。为什么在新西兰特别愿意说百万俱乐部？其实这个呢，当时是因为 Herne Bay 第一次就说我们新西兰这边有了一个超过100万的社区，就是它的平均值是超过100万的，是从那儿开始，好像大家就开始衡量了，说这个区好与不好，房价高与不高，就说到底是不是100万俱乐部。当然 Herne Bay 现在都是300万俱乐部了，那对吧？这个很难说。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来看，就跟大家说，奥克兰这边当时就是涨到最高峰的时候，哇，基本上可能我觉得差不多有一半吧，都得到1半以上吧，可能都是100万俱乐部了。但现在就是一个一个的在往外跌，就很多人是说那些本来就不值得那个价的，现在只是跌回了它本来应该有的价值，所以也不算说多么离谱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北岸就有好多个，没错，跌出100万俱乐部的。你看 Browns Bay 现在的售价中位数啊，下降了6万纽币到99.5万纽币啊，虽然说差5000，但是也出了100万俱乐部了。然后还有几个受欢迎的区，包括 Torbay 啊、Three Kings 啊，包括 North Cross 这些地方呢，也都是跌出了100万俱乐部。对，还有就是 Ellerslie， 也跌出了。Ellerslie 我也是没想到，算是个传统好区是吧？对，不是也不算传统好区吧，它不算好区，但是它也是已经不到100万了，这件事情还是稍微有一点意外的，它是95.5万了。是北岸，讲真的，我们如果有很多朋友，像我们听众观众很多都住在北岸，那段时间就什么 Albany、Browns Bay、Torbay 炒的也是太凶了，是，你会觉得它那个涨得有点夸张，所以现在就等于说是回落到了很多人都说是正常的水平，那个时候稍微涨得有点过分了，说白了，所以大家可以去自己看一看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整个的现在100万俱乐部，你看当时是说50%的，现在是48%，等于说超过半数的现在不到100万了。所以对于首次购房者来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好消息。会不会借此会找到一些机会开始入市？100万俱乐部只是一个说风向标或者一个说法，那真正跌的话，你跌个3万5万，对于一套房子来说，其实这个跌幅也不。你如果说100万的房子现在60万你就能拿下，那很多首次购房者那绝对是个大利好，对吧？但是也不太现实，而且房产这种东西肯定是有涨有跌，也是有点随行就市。另外，小焦提到的说，关于咱们本地的这么一个房产，你比如说为什么房子会涨价？那肯定是稀缺资源才会涨价嘛，房子少，那大家都有需求，所以说才会推动房价水涨船高。可是问题就是呢，现在就大家一直在说嘛，就说新西兰缺房。就说供应和供需关系不平衡，导致房价高。有人说是泡沫，有人说不是泡沫，就是你房子少。我昨天为什么我说我想把这条新闻拿出来说，就是我听到有一个专家在分析，他说分析的内容就是新西兰到底缺不缺房。这个咱们一块来了解了解。因为听起来好像就说新西兰不缺房，你开玩笑嘛，对不对？尤其是说奥克兰最缺的就是房。但是这个专家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也不是说新西兰不缺房，但是他的观点是说新西兰缺的不是房屋数量，缺的是匹配房屋。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说新西兰现在有没有在盖房，尤其是奥克兰，成天听着盖，对，那满哪儿盖，但是为什么还缺房呢？就是因为盖出来的房和真正所需要的消费者真正的 demand 需要的那个房不匹配。
对，也就是提供的这个房子有可能是比较大的啊，或者比较豪华的，但是很多朋友可能需要的是这种小户型。之类的，对，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已到9点20分了，我们得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具体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这个专家说所谓的不匹配什么意思？是不是大和小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那他说的这个不匹配，又是不是真的？其实是新西兰现在房屋市场最大的问题，而不是供应不足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啊，说不定给我们能够提供更多的这个思路啊。好，时间关系，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69，2652969。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Resin 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折到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折优惠，让 Resin 助您省大钱。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096230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继续把这个新闻说完啊，刚才不就提到了吗？说这个房子到底缺不缺？这个专家说的，我为什么说很值得讲一讲呢？你看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看现在市场上真正去买房子的是谁？是不是还是首次购房者居多？就是刚需嘛。对，这是刚需。那么，但是为首次购房者准备出来已经盖好的房子又多不多呢？
其实是不多的。如果我们去看看现在所谓的盖出来的那些新房子，这其实是跟建筑成本有直接关系的。没错。对于开发商或者建筑承办方啊来说，如果他不盖那么大的豪宅，他就不赚钱。他盖一个所谓的小房子，他就最多持平。那你说他不赚钱吗？他又不是做慈善的，所以他只能盖那种房子。可是那种房子真正是大家需求的吗？也不是。而且那种房子投资也多，等于说，比如说你可以盖2套小房子，你只能盖1套大房，但只有1套大房挣钱，所以你怎么办？所以就等于说这些首次购房者买不到他想要的小房，可是呢，那个大房盖完了之后，就不见得真的可以卖到他想要卖的价。所以这就是他所谓的不平衡。另外一方面，他说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新西兰这边缺这种无家可归人的住房，或者是说呢，真的是低收入，甚至是住公屋的这些人。对，政府盖的是什么？是可负担性住房。可是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无家可归的人来说，你可负担，对他们可负担吗？并不可负担。所以等于说什么呢？你这个房子也盖错了。你以为可负担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你还不如拿这个钱去盖公屋。所以他说的意思就是，你看，这就是我所谓的不匹配。你首次购房者不会去买 KV Build，你 KV Build 是给那些人买的，那些人买不起。而你盖出来的那些新房，说是想给首次购房者的，但首次购房者还是买不起。所以等于说呢，你说房子少还是不少？就是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比较精准的定位，跟提出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法。尤其是像这种所谓的什么这个可负担性住房啊，就刚才又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咱们以前老说的何不食肉糜的这么一个，对吧？就是我觉得，哎，你买这种可负担性住房，应该能负担得起。你一个年薪10几20万的人，那你负担的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对于很多人，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他几万块钱可能都拿不出来，他怎么能负担得起呢？所以他当时我明白政府的意思，政府是觉得说 KV Build 是适合首次购房者，就所谓的中薪阶层的这些年轻人，但人家不想买你的这种房，对吧？所以就变成这种房给了那些可能更低收入的人去买，但是对那些人来说 KV Build 又贵，又变成不可负担，所以所谓的可负担，只是在一定的人群范围之内可负担的，所以这个就是个很有趣的点嘛。所以我就认为说这个专家他的分析是对的，就是有道理的。有道理。你说我们缺不缺？可能从某种意义上，从总数上。不是说完全不缺，但是像他说的这种不匹配的状况其实更严重。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针对就大家想要的房，然后你政府去盖大家想要的，然后把更多的加入到这个里边去，我也许可能就不缺了呢。来，我们线上有朋友电话进来了，接听一下。早上好。早上好。早啊。聊两块钱的。回应你说这个房价的问题哈。那个永远买不到这合适的房子，都一样的，穷人、有钱人都一样了。我有500万，我还想买1000万的房子呢，合适吗？不合适吧，对不对？这是道理，都是道理。我没钱，我还想买1000万的呢，合适吗？不合适。对，不合适，你知道吗？我说的日币啊，你别以为是纽币。但是呢，我觉得哈。其实他说的这个呢也不大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专家说了一个观点，就是一定要把首次置房人要买新房子这固定了。你这个理论有点不固定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就是首次置业一定要买新房子呢？按咱们一般情况下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像首次置业，我买一个便宜点的老房子，然后呢。等我可能住个3、5年以后，比如说工资涨了呀，或者什么的哈，或成家了，然后2个人的收入了，就会搬到更大的、更好一点的，更大一点的中型的。然后呢，这个之前的这个呢就卖掉了，等于他之前的这个房子还适合首次置业嘛。这是一个循环嘛，对不对？他等到中间了，慢慢的又工作了，要是列了，小孩要上学了，可能要搬个校区，是吧？然后又把之前的房子卖了，又去当校区了，然后之前的房子呢又被拿到市场了，是这种循环，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我就为了你而去生产一种房子，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对。那就是看他所谓的那个豪宅，大家愿不愿意去换了。就像你的这个就像我们说这位听众说的，那肯定就是大家都换嘛。那如果有一批人不换，不就没了？豪宅，我问你一个问题，小江，你们2个都可以回答。
你给你一个机会换豪宅，你愿意不愿意？你给我钱我就换。对，前提是有钱嘛。咱们不说了吗？就是谁主观就是谁不愿意换豪宅，就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刚才你说了是没钱的问题，那没钱的问题，你是解决有钱的没有钱的这个问题，那不是房子的问题。好，这个问题呢，就是整个是把人带到了另外一个区间去了。好的，明白了。因为时间关系啊，说到这儿，我们得进广告了。非常感谢这位听众说的这个观点啊，一下子给我又打开了另一个思路，但我仍然还是买不起。当然就是说，首套住房是刚需，改善性的可能也是个刚需，只不过不同的阶段。时间关系啊，我们得稍作休息了。回来之后，我们进入到绿野仙踪 Doc 自然说的环节，所以不要走开。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Panda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Panda TV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石围仙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欢迎大家回来，又到了一周啊，大家非常期待的绿野仙踪Doc自然说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再次的非常开心的请到环保部的 Louis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大家好，我是环保部 Louis。今天啊，我们继续跟 Louis 出去玩，就是我只要看到你啊，
就想着出去玩。对，而且虽然我们冬天也有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都在夏天的。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我只要看到你就觉得阳光夏天到了，大海的那个感觉。好了，那今天跟路易斯去哪儿玩呢？我们今天要去看鸟。来说说新西兰的这些保护的鸟类。其实在新西兰这种就是保护类的啊，或者说我们能见到鸟类是非常多的，是吧？对，是的。然后我不知道，可能在这边生活有一些年数的朋友都会觉得，新西兰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谈论他们的鸟类？就有种我像在中国的时候，虽然也是做这个环保方面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说非常着重于说给大家推广说我们国家有什么很珍惜的鸟类，但是感觉像是这边的全民都懂这个鸟类的知识。我记得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比赛，说什么年度？对，那个不是比赛，是投票。对，你每年都可以投这个 Bird of the Year， 就是而且在我们公司还会大家很竞争激烈那种，说你投什么？你是那一派的，我不跟你来往。就是真的，对，就还蛮好玩的。对，然后呢，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他们这边呢，普及这个鸟类的知识确实是做得非常到位。像是我有认识一些朋友，他们的小孩在学校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是关于这个鸟类，或者你要写这个小鸟的作文啊，所以他们是从小好像就是了解，对，灌输很多这个要保护本地小鸟的一些知识。是，然后像是一个非常 common 的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在国内也经常像喂小鸭子啊、喂鸟啊这样的行为，其实呢也不单只是说只在这个中国会有，就是像是其他国家也是很普遍的。因为你有时候坐在一个长椅上或者公园休息的时候，小鸟看到你吃东西就会过来，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人与自然的互动。但是虽然是很美，但是在新西兰这边呢，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的，就是也不叫法规，就是一些规矩吧。然后就是不要喂，对，请不要喂它们，除非你是真的能判断这个小鸟它是什么种，比如说你是鸟类专家，你确定自己的食物对这个你喂的这个品种的小鸟是没有任何伤害的。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难，所以很难控制说大家看到可爱的小鸟就是跳过来找你要食物的时候，你手上刚好有面包，你就忍不住对想要喂。其实我们往简单的来说哈，就是如果你喂的是一个非本地的小鸟，比如说麻雀啊这种的入侵的话，你相当于如果这个假设你的食物对它来说是没有害的，而且反而帮助它成长的话，那你就是在伤害本地的鸟，你就是在帮助它的竞争对手。对，是不是这个就很好理解的一个概念。然后本地的小鸟呢，像我们之前也有说过，它们呢大部分都是吃本地的食物，就是本地人嘛，本地鸟，它们吃这边的本地植物，一些果子啊什么。如果你喂它一些这种人类的食物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在他们不管是这个生态上来说，都是对他们是有一个影响的。对，可能这个影响也不至于轻了来说哈，你说啊我喂它点面包，可能它就会死掉吗？什么？其实这个像是这种。也可能你喂的食物上面有一些病毒或者是你不知道的东西，所以这都是我们的知识盲区。所以最好还是就是我们有一个 slogan 叫做把 keep your picnic for yourself， 就是说你的 picnic 你自己吃，对，不要去喂它们，其实是为它们好。是的，这个我第一次听说我们不要养它的 enemy 这件事情挺有趣，不要养我们本地人的竞争对手，这个蛮有趣。那么既然说到这儿，我相信大家呢，首先就有一个知识的盲区，不要随便喂鸟了啊。就不喂了，不喂就算了，他们可怜巴巴的看着你，你就说我不给，你让他走就是了。是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看鸟？对，我们观鸟的话呢，就是有很多地方，其实奥克兰附近或者全国各地都有很多适合观鸟的，而且这也是一个Kiwi 很喜欢的一个项目。我也希望各位华人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是对这方面有兴趣，或者是带小朋友去学习一下这些知识，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呢，在我们的官网上面。Bird Watching 这个Bird and Wildlife Watching 这个页面上面呢，我们就可以输入说你是住在哪个区域的，然后打比方，我就是用奥克兰来搜了一下，就是有11个是我们对推荐的这个地方可以去观鸟。像是你有没有想过 Long Bay 其实也是一个
可以，对，这也在我们推荐列表里面。对，您可以就是点击就是你感兴趣的区域，然后呢去了解就是这个里面更多的一些详情。它里面会有说哪个地方是能看到哪些鸟类，然后比如说什么时候去啊，甚至说这个区域的一些 update 上面都会有，比如说这个步道关闭了，或者有一些什么风险，比如说落石啊这种风险，这些我们每次去都要做好准备嘛，所以这上面呢它都会有及时更新。如果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话，上面也会有，而且是实时更新的。真的就是第一是搜在你家离得最近的是哪里，第二呢就是真的去看一下，不是你这次去和下次去是一样的。是的，或者像是有些朋友就是圣诞也快到了，然后就会出去南岛玩的话呢，也是可以用我们这个官网，就是去搜各种步道啊，然后观鸟的信息，其实上面都有很多，甚至像是。反正你想做任何户外的活动，我都建议大家去提前就是去 check 一下，说可不可以，安不安全，然后需要准备什么，现在状况怎么样之类的哈。那么既然说到了观鸟，我们就一定会提到一个岛。这个岛呢，曾经给大家安利过，对，我们那个徒步也介绍过它，然后还有很多活动都有介绍它，就是可能大家都背得下来，叫做 Tili Tili Matangi。对，这个小岛呢是离奥克兰90分钟左右，然后我们 Doc 也拍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宣传片，就是在这个岛上，对，介绍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看鸟。真的是挺漂亮的。是的，然后这个岛你刚刚也看到了，就是绿油油的，是不是？就是各种 bush 都在里面，就是它曾经呢是一个农业的。就是小岛，就是对，毛利人刚来的时候也在上面有居住，然后呢，当时就没有这么的这种绿油油，然后各种树木，然后所以它呢是志愿者的一个劳动成果，然后真的都是自己种上去的。对，然后也是这个世界闻名的一个很成功的这个 community lead 的一个这个志愿项目，就是说你看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可以把一个小岛变成一个鸟类的天堂。所以这些也是就是在种树的过程当中，这些鸟类它
自己迁徙过去住在那儿。对，然后有一些也是我们帮忙，就是带到上面让他们去安家。因为呢，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经常也说这个 pest free 的小岛，这个就是一个，然后所以上面呢是没有任何这个对鸟类有伤害的天敌，对，像是老鼠啊、这个负鼠啊这些的话，都已经全部消除了，所以上面就是他们的天堂，然后就吸引了越来越多小鸟在上面居住，而且上面也是我们奥克兰能看到就是最多种类的鸟类，而且他们不怎么怕人呢，我看那视频当中，对啊，就很可爱，对，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想去了解这种知识的时候，最好就是像那个视频里面有一个向导，对，去跟你说，因为你们就是所有人大家刚入门的时候就说这个好可爱，这个是不是那个呀？对，就是那个呀。对，然后特别是他们有时候长得比较相似的时候，而且这些专家都是听叫声，然后还有就能知道。对呀，他们叫声都不一样。我现在会分辨 fantail 和这个 tweet 的叫声，最入门的2种。对，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是等一下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怎么样去预定这个向导服务。好的，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很快已经到10点26分。对不起啊，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这个要休息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说怎么样我们能够去到这个岛上，以及在岛上呢，刚才就像路易斯说的，我们有这种向导的服务，但是如果不预约也是不行的啊，所以回来再说。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g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3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绿野仙踪 Doc 自然说的环节，跟大家出去看看鸟。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岛上的这些鸟类，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啊。不论是品种啊，还是整个的环境啊，而且那边还有路易斯最喜欢的那个大蜥蜴。大蜥蜴。对，所以刚刚我们也说到，就是都是志愿者的这个劳动成果嘛。上面我们刚刚也了解说，有30万株这个新西兰的本地植物是种在上面，然后呢，就是12种新西兰鸟类和3种这个爬行动物都被引进到里面去安家，所以真的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呢，如果我们自己去，然后也分辨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刚刚也介绍大家说可以考虑就是预定一个这个向导的服务。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小岛呢去一般都是坐 Fuller's 的游船过去，然后大概75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然后周末的话一般都会有船，然后具体的时间表啊，大家就可以就是从那个 Fuller's 的官网上面去看一下。然后呢，值得一提是这个向导服务也很方便，在 Fuller's 网站上就可以订到。然后我记得是大人的话是$10一个大人，然后小朋友的话是$2.5，所以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好。它会有2种路线供大家选择，然后向导可能会就是看一下大家是哪个年龄段的，然后可以走多远，然后有没有小朋友这样子去跟你选择一个路线。然后呢，这个沿路上他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历史情况啊，还有我们能看到的鸟类它的一些习性啊，还有分辨它的叫声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像是一个学习之旅，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因为毕竟你要是真的只是在岛上走一圈，然后你会说，哎，鸟，哎，又是一只鸟，对，然后你下次你也认不得它，还不如就是一次去学多一点知识，这样下次就可以在自己家后院看到的时候就，哎，这个是什么，然后它喜欢吃什么，然后你就更加的会了解怎么样去跟他们相处。然后这个90分钟的这个 guided walk 呢，现在就是都会有在进行中，然后它整个过程都是我记得好像是有中文的，可以大家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之前请的那个张宁老师，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注册的一个向导在上面，他和他女儿都是 qualified 的，特别厉害。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到时候订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中文选择。对。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正好还有一段这个 Fuller's 他们也是去到小岛上拍到了这样的一段视频，我们可以从 Fuller's 的角度再来看一看这个岛。Turi started back in 1984. Initially, it was set up by 2 scientists, and they had an idea to replant the island because there was a population of bellbird here that there was no food for. And over 10 years, they planted 284,000 trees with mostly volunteers. Every day there's something different, whether it's school groups, scientists coming out for specific knowledge. We always take them for a guided walk in the morning, but the main thing we want to do is for them to understand that this was just started by a group of people with a whole lot of passion who wanted to do something. There was not loads of money, but there was loads of enthusiasm. And we have a Growing Minds program whereby we fund about 2,000 children a year to come out. And the children, seeing them when they come out, they're just blown away. It's wonderful. We spend our time looking after what we've got and helping to keep the populations healthy and in educating people, and particularly children. You just need to get one child in 100 to sort of go, wow, yeah, I want to keep doing this, and you've done something. Turi is a great place to come for the day because here, first you can have just a fun day out, but you can see things on Turi that you can't see anywhere else in New Zealand. You come out here and the forest is just booming with bird life. It's beautiful, and you can't hear that anywhere else. You can't see it anywhere else. So for people to be able to come here, have a really good day, enjoy themselves, and understand why conservation is important is great.
好想去哦，对吧？就是很漂亮，而且刚刚那个，它是围绕着小朋友，就是想说跟大家宣扬说，带小朋友去，他们也就是能玩得很开心。而且我刚刚看到，就是除了鸟类，它植物也会跟你介绍一下，比如说哪种鸟喜欢吃什么植物，然后如果我们喜欢这种鸟的话，可以就是考虑在自己家后院就多种一些这种植物，就他们你就会吸引它。对，像我们家门口就有是正种的吧，一个那个黄色的差点对，Kofai，然后呢，所以经常就有那个 Tui 在上面，而且那个 Kofai 树也不高，然后就很近距离就能看到。我觉得 Tui 其实长得也很好看的，很可爱。我喜欢它那个就是两个白白的，对，然后它叫声其实很好分辨，因为它有2个双声道发声，然后它的声音双声道这么，对，它就啾啾这样子，就是有可以加油，很快你就能分辨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们好像很少这么认真的去什么分辨鸟的叫声，然后看它们的生活的习性。对，因为它们真的又是来无影去无踪，飞得又快，好像跟我们生活又不是很接近，真的很值得。然后有很多鸟，然后它们像比如说有卡卡，但是这个好像这个岛上没有。我们之前去惠灵顿的时候开会，然后就是卡卡鸟，它就停在你的头上。对，它们就是有些鸟就很喜欢跟人类互动。对，像翻翘也很喜欢人类。而且我听说，就是新西兰他们这的鸟的一个特色就是好奇，就他们看到你什么东西，他就想过去看一看。对，就是不太怕人，因为就是这里可能绿化比较好，然后大家也很习惯跟他们相处，就不会。他们会觉得你是谁，我想看看你在干嘛。对，然后如果看到就是脚上有那个环扣的，就证明你是看到了稀有的鸟。对，是这样，对，这挺有意思的啊。其实还有1分钟的时间，除了我们这个岛，因为大家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熟悉，有没有其他的地方也可以推荐？其他的像是在新西兰南边的地方有个叫 Miranda Shorebird Center， 然后那个地方呢就是观候鸟的一个绝佳的地方。对。In Aotearoa, New Zealand, we have a way we like to do things. Whether you're local or you're here on holiday. Hi! We all have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look after this awesome place. 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sea. And all places in between. We would care for our taonga, no matter its size. We call it the Kiwi Way. It means being responsible for all our rubbish and not leaving it on the land. It means using a toilet, not the bushes. Or holding on until your next available dunny. Respecting the wildlife. Giving them space and peace to breed. And to feed, naturally. It means enjoying the country safely. And telling someone where you're going. It's knowing which track suits best. And when it's good to turn back. It means keeping our distance when we take photos. Yeah, so that's it. It's a way that we can all enjoy this beautiful land and make sure our kids can too.新中传媒，新西兰唯一航